一位让事实说话的作家，他的散文崇尚质朴，不着意渲染；他的文学评论心平气和，缓缓道来。任世界如何变幻，他不惊奇，不抱怨，不自怜，他只淡淡的收纳。请收听散文集《杨绛散文》，作者杨绛，编辑芷安，播讲天然轻读，后期制作酸辣粉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诚意出。一位让事实说话的作家，他的散文崇尚质朴，不着意渲染；他的文学评论心平气和，缓缓道来。任世界如何变幻，他不惊奇，不抱怨，不自怜，他只淡淡的收纳。请收听散文集《杨绛散文》，作者杨绛，编辑芷安，播讲天然轻读，后期制作酸辣粉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诚意出集，干校6集，下放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莫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1969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6、7人至90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3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2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个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儿，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些，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是等待，但2个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11月3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莫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儿。”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儿。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管天天在等待刑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莫存虚岁60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2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在等着过70岁的生日，怕是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什么？你要嫌弃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11月17日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砂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1个星期制备行装，可是莫存要到末了2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
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元、女婿德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过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儿，把箱子用粗绳子秘密缠捆，防止旅途摔破，或者是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的行李。这些木箱、铁箱却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儿。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今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做出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莫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后好比随身带着个座，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元和德一相间落户，待他们营养，演到了11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元、德一送行。莫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的只恨分身乏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德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而无法摆布的人。莫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德一和善忠厚，阿元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一前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元帮莫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莫存。我们3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的。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袋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袋先后蹦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蹦断的彩带好似蹦断的篱帆，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绝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蹦人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讲，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3人，可以放心试念，免得火车迟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默默回家。阿元和德一接着也各自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了。第2集下放季2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的服帖，关键在绳子2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2人一起动手才行。我只有1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1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1只床分3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莫存的名字。
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步，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莫存来信，那3部分重新团聚一处，却也害他好生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所而称连。2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于平老和于师母领队当先。年逾70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默无表，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番的。既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有一位22、23岁的小师傅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练人比炼钢费事儿，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工。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4通8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放到那。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成3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20来个喷嚏。来，过来搭把手。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可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里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筋磨的还是人的血肉，这总占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儿，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莫存。莫存得空就写家信，3言2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急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成风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傲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1日大队人马到来，80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咂，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莫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安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1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香笼物件搬到了西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西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莫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
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齐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钟书和丁某某2位1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卤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卤水不是容易事儿。可是笑话毕竟还是过年就开始自己造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莫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疫之列，只感些打杂的下去8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莫存走，有我和阿元还有德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元一人。德一已于1月前自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儿，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516的时候，几个有516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德一是他们的组织者，说516的名单就在德一手里。那时候德一已回校，阿元还在工厂劳动，2人不能同日回家。德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死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元等在场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3个单元斗德一，逼他交出名单。德一就自然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他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残破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的莫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莫存去看病，他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莫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阿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带信不信，不过莫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儿，他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不起莫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颌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显兀，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哎呀，这个是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儿。莫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诊，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
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跟着别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归门送我回队。我们没说的几句话就分手了。德一去世的事儿，阿元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1-2天，他来信说，那个包是狙，穿了5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渐虽然相去不过1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10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起独在北京的阿元，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第3集，早景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3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6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间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各连出道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站，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菜园里、厨房里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了年轻人肩上。有一次，干校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演出的节目都不离劳动。有一个话剧，演某连学员不怕砖窑倒塌，冒险加紧烧砖，据说真有其事儿。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的齐声哼哟哟，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井机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牛。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推许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有人忽脱口说，哎呀，这个剧思想不大对头吧，好像咱们都那么大家都会意的笑，笑完带来一阵沉默，然后就谈别的。分在菜园班，我们没有机器，单凭人力也凿了一干校好运气，在淮河边上连续2年干旱，没遭逢水灾。可是干硬的地上种菜不易，有人说西县的地天雨一包浓，天晴一片铜。菜园虽然经拖拉机耕过一遍，只翻起满地大颗了，比脑袋还大，比骨头还硬。要种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块块颗粒砸碎砸细，不但费力，还得耐心。我们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临近
也属学部干校的菜园里有一眼机井，据说有10米深呢。我们常去讨水喝。人力挖的井不过3米多，水是浑的。我们喝生水就在吊桶里掺一瓶杀药水，了当消毒，水味儿很怪。10米深的井，水又甜又凉，大太阳下干活，渴了舀一碗喝，真是如饮甘露。我们不但喝，借便还能洗洗脚手。可是如要用来浇灌我们的菜园，却难之又难。不用水泵，井水流不过来。一次好不容易借到水泵，水经过我们挖的渠道流入菜地，一路消耗，没浇灌的几畦，天就黑了，水泵也拉走了。我们撒下了菠菜的种子，过了1个多月，一场大雨之后，地里才露出绿苗来。所以我们决计凿一眼灌园的井。选定了地点，就破土动工。那块地硬得真像疯魔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敲下去，只铸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蕨来凿。我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2把鹤嘴蕨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快跑回菜园。他们没停手，我也没停脚。我们的壮劳力轮流使鹤嘴蕨凿松了硬地，旁人配合着使劲挖。大家狠干了一天，挖出了一个深潭，可是不见水。我们的小牛是大男子主义者，他私下嘀咕说，挖井不用女人，有女人就不出水。菜园班里只2个女人，我是全连女人中最老的，阿香是最小的，年岁不到我的1半。她是华侨，听了这句闻所未闻的话，又气又笑，痴痴地笑着来告诉我，一面又和小牛理论，向他抗议。可是我们俩真有点担心，他万一碰不上水脉，都怪在我们身上。幸亏没挖到2米，土就渐渐潮润，开始见水了。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2、3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大家都脱了鞋袜，阿香干活很欢，也光着2只脚在井边递泥桶。我提不动1桶泥，可是凑热闹也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屁尿屎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负嫌恶，一并可安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怕井水涌上来了不便挖掘，人工挖井虽然不像机器钻井那样得日以继夜一气呵成，可也得加把劲儿连着干。所以我们也学大田劳动的榜样，大清早饿着肚子上菜园。早饭时，阿香和我回厨房去，把馒头、稀饭、咸菜、开水等放在推车上，送往菜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曲曲弯弯的小道或者是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稳会把稀饭和开水泼掉。我曾尝试过，深有体会。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不计较，2人干得很融洽。中午大伙回连吃饭，休息后总干到日暮黄昏才歇工，
往往是最后一批吃上晚饭。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3米深。末后几天水越多，挖来越加困难，只好借求外力，请来2个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阿香和我担心他们泡在寒森森的冷水里会治病，可是他们兴致热烘烘的，生言不冷。我们俩不好意思表现得婆婆妈妈，只不断到井口侦查。水渐渐没腿，渐渐没膝，渐渐齐腰。灌园的井有3米多，已经够深。我说要去打1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个大大的毒字，旁边还有3个惊叹号，又画了一个大窟窿，下面交叉着2根枯骨。瓶里还剩有1寸深的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2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迟了，那里的合作社已关门，恨不得把绳形太保拴在脚上的假马借来一用。我没有买酒的证明，凭那个酒瓶略费唇舌，买得1斤烧酒。下酒的东西也没有，可吃的只有泥块式的水果糖，我也买了1斤，赶回菜园。菜园的井已经完工，壮劳力、轻劳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兴冲冲用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约摸喝了1斤，瓶里还留下1寸深的酒，还给了厨房。大家把泥块糖也吃光，这就是我们的庆功宴。挖井劳累如何，我无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干完1天活，睡梦里翻声长，哎呀哦呦的哼哼。我睡不熟，听了私心惭愧，料想他们准累得浑身酸痛呢。我也听得小伙子们感叹说，我们也老了，嫌自己不复如20多岁时精力强健。想来他们也觉得力不从心。到护水的机器，井水已经涨满，井面宽广，所以井台更宽广。机器装在水中央，井面宽，我们得安1根很长的横杠，这也有好处，推着横杠护水，转的圈大，不像转小圈容易头晕。小伙子们练本领，推着横杠一个劲儿的连着转了几10圈，甚至100圈。后来协助菜园劳动的人也都承认，菜园子的蹲工不易，转工也不易。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也仿佛也参与了大伙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短暂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听到下干校的人说，反正他们是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那是他们。我们包括各连干活的人，有不同的派别，
也有牛棚里出来的人，并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们管下的。但管我们的并不都是他们，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也并不都是他们。有一位摆足了手掌架子，训话一声啊一声的领导，就是他们的典型。其他的如不要脸的马屁精，他妈的也算国宝之流，该也算是属于他们的典型。我们和他们之分，不同于阶级之分。可是在集体劳动中，我触类旁通，得到了教益，对阶级感情也稍稍增添了一点领文。奉其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第4集，学普纪元里是人人尽力干活，尽量吃饭，也算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吧。当然，这只是片面之谈，因为个人还领取不同等级的工资呢。我吃饭少，力气小，干的活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我自觉受之有愧，可是谁也不认真理会我的歉意，我就安安分分地在干校学种菜。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来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5根木棍，4角各竖1根，有一边加竖1棍开一个门，边上熟接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2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儿，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树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了。谁料第2天清早跑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冲。园没有关栏，我们菜地的西南和西南隅有3个菜园，都属于学部的干校。有一个菜园的厕所最讲究，粪便流入厕所以外的池子里去，厕内的坑都用砖砌成。可是他们积的肥大量被偷，据说干校的粪肥校塌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浅坑沤绿肥，大家分头割了许多草沤在坑里，可是不过1顿饭的功夫，沤的青草都不翼而飞，大概是给拿去喂牛了。在当地，草也是稀罕物品，干草连根铲下，重下放的连，菜地上都已盖上3间5间房子。我们仓促间只在井台西北搭了一个窝棚，竖起木架，北面筑一筑干打垒的泥墙，另外3面的墙用熟秸编成，棚顶也用熟秸，上盖油毡，下遮塑料布。菜园西北有个砖窑是属于学部干校的，窑下散落着许多的碎砖，我们捡了2车来铺在窝棚的地下，棚里就不致太潮湿，这里面还要住人呢。窝棚朝南做了一扇结实的木门，还配上锁。
菜园的班长、一位在菜园班里的诗人，还有小牛，3人就住在这个窝棚里，顺带看园。大家也就有了个地方可以歇歇脚。菜畦里先后都下了种，大部分是白菜和萝卜，此外还有青菜、韭菜、雪里红、莴笋、胡萝卜、香菜、蒜苗等。可是各连建造的房子，除了最早下放的几连都聚在干校的中心点上，离这个菜园稍远。我们在新屋近旁又分得一块菜地，壮劳力都得到那边去整地挖沟。就菜园里的庄稼不能没人照看，就叫阿香和我留守。我们把不包心的白菜一页页顺序包上，用藤缠住，居然有一部分也长成了包心的白菜，只是包得不紧密。阿香能挑2桶半满的尿，我就一杯杯舀来浇灌。我们偏爱几个象牙萝卜或太湖萝卜，也就是长的白萝卜，地面上露出1寸多，足有小饭碗那么憨。我们私下说，咱们且培养尖子。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真是宝贝。到收获的时候，我满以为泥下该有1寸多长呢，至少也该有大半截。我使足劲儿去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地下。原来泥里只有几斤须须，从来没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有几个红萝卜还像样，一般只有鸭梨大小。天气渐转寒冷，蹲在畦边松土拔草，北风直灌入背心。我们回连吃晚饭，往往天都黑了。那年12月，新屋落成，全连搬到中心点上去，阿香也到新菜地去干活。住窝棚的3人晚上还回旧菜园睡觉，白天只我一人在那派我看菜园是照顾我。因为莫存的宿舍就在砖窑以北不远，只不过10多分钟的路。莫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当然还要还。同伙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莫存看守工具，只管登记，巡夜也和别人轮值。他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邮电所在我们菜园的东南，莫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以里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我们大伙儿就停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搁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我和阿香一同留守菜园的时候，阿香会忽然推我说，瞧瞧，谁来了？莫存从邮电所拿来邮件，正迎着我们的菜地走来。我们3人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人守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莫存可由我们的菜地过溪往邮电所去，不必绕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旧戏剧里后花园思乡约会的情人了。莫存后来发现，他压根儿不用跳过小溪，往南去自有石桥通往东岸。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的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3言2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
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他从邮电所回来，就急着回联分发信件和报纸，不肯再过溪看我。不过我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溪再说了。第5集，学圃祭贤。在我这个菜园是中心点，菜园的西南有个大土墩，干校的人称为威虎山，和菜园西北的砖窑遥遥相对。砖窑以北不远就是莫存的宿舍，威虎山以西远去是干校的中心点。我们那连的宿舍在中心点的东头。威虎山坡下是干校某连的食堂，我的午饭和晚饭都到那里去买。西邻的菜园有房子，我常去讨开水喝。南邻的窝棚里生着火炉，我也曾去讨过开水。因为我只用3块砖搭个土灶，捡些熟秸烧水，有时风大，点不着火。南去是莫存每日领取报纸信件的邮电所，西以东田野连绵，一望平畴，天边几簇绿树是附近的村落。我曾寄居的杨村还在树丛以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聚在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碎的见闻。挑污的天清早吃罢早饭，一人往菜园里去，半路上常会碰到住窝棚的3人到中心点去吃早饭。我到了菜园，先从窝棚木门旁的树阶里摸得钥匙，进门放下随身携带的饭碗之类，就锁上门，到菜地巡视。胡萝卜地在东边远处，泥硬土齐，出产很不如人意。可是稍大的常给人拔去，拔得匆忙，往往留下一截尾巴，我挖出来护些井水洗净，留以解渴。临近北边大道的白菜，一旦捏出菜心以长刺时，就给人啄去，留下一个个灼痕犹新的菜根。一次我发现3、4颗长足的大白菜根已啄断，未及拿走，还端端正正地站在畦里。我们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长足，抢先收割。一次我刚绕到窝棚后面，发现3个女人正在拔我们的青菜，她们站起身就跑，不料我追得快，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抛至地下。她们篮子里没有脏，不怕我追上。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食了什么用也没有。他们不过是偶然路过，一般出来捡野菜拾柴草的，往往10来个人一起，都是7、8岁到12、13岁的男女孩子，由一个16、17岁的大姑娘或40、50岁的老大娘带领着从村里出来。他们穿的是5颜6色的破衣裳，一手挎着个篮子，一手拿把小刀或小铲子。每到一处就分散为3人一伙、2人一伙，以捡野菜为名，到处游曳，捡到可捡的就收在篮子里。他们在树苗林里啄下树枝，并不马上就捡，捡了也并不留在篮里，只分批藏在了道旁沟边，结扎成一捆一捆的。午饭前或晚饭前回家的时候，这队人背上都驮着大捆柴草，篮子里也各有收获。有些大胆的小伙子竟拔了树苗，捆扎了抛在溪里，午饭或晚饭前挑着回家。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熟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5根木柱逐渐偷剩2根，
最后连一根都不剩了。厕所周围的熟秸也越拔越稀，渐及窝棚的熟秸。我总要等着背了大捆柴草的一队队都走远了，才赶到威虎山坡的食堂去买饭。一次，我们南邻的菜地上收割白菜，他们人手多，劳力强，干事又快又利索，和我们菜园班大不相同。我们班里老弱居多，我们啄呀拔呀，搬成一堆堆过磅呀，登记呀，装上车呀，送往中心点的厨房呀。大家忙了一天，菜畦里还留下了满地的老菜帮子。而他们那边不到日落，白菜收割完毕，菜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等着捡菜帮子。那小姑娘不时地跑去看，又回来报告收割的进程。最后老大娘站起身说：“去吧。”小姑娘说：“都扫净了。”他们的话说快了，我听不大懂，只听得连说几遍喂猪。那老大娘愤然说：“地主都让问，这些干老的菜帮子捡来怎么吃？”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了。”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的，不知可好吃里的面糊是何滋味儿。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儿，可好吃类的滋味儿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大的像桃，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选，准备把大的送交厨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问我怎么吃。我告诉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连说好，大的留给你，小的给俺。可是她手下却快，竟把大的往自己篮子里捡。我不和他争，只等他捡完，从他篮里挑回一堆大的，换给他2把小的。他也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我却心上抱歉，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但我当时不敢随便给人，也不能开这个例。我在菜园里拔草见苗，村里的小姑娘跑来闲看，我学着他们的乡音，可以和他们攀话。我把细小的绿苗送给他们，他们就帮我拔草。他们称男人为大男人，12、13岁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这小姑娘告诉我，那小姑娘已有婆家。那小姑娘一面害羞抵赖，一面说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他们都不识字。我寄居的老乡家是比较富裕的，2个10岁上下的儿子不用看牛赚钱，都上学。可是他们17、18岁的子子却不识字。他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邻村一位年貌相当的解放军战士订婚了。2人从未见过面。那位解放军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并寄了照片。他小学程度，相貌是浑朴的庄稼人。姑娘的父母因为和我同姓，称我为俺大姑。他们请我代笔回信，我举笔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后来还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凑了一封信。那位解放军连姑娘的照片都没见过。第6集，学谱记。15、16岁的大小子，不知怎么回事儿，好像成天都闲来无事的，背着个大筐，见什么识什么。有时7、8成群，把道旁不及胳膊粗的树拔下，
大伙儿用树干在地上拍打，哈哈哈，粗声轰喝着围猎野兔。有一次，3、4个小伙子闯到菜地里来大吵大叫，我连忙赶去，他们说菜畦里有猫，猫就是兔子。我说这里没有猫。躲在菜叶底下的那只兔子自知藏身不住，一道光似的直窜出去。兔子跑得快，狗追不上，可是几条狗在猎人指使下分头追赶，兔子几回转折，给3、4条狗团团围住。只见它纵身一跃，有6、7尺高，掉下地，就给狗咬。纵身一跃的时候，我待它心胆俱碎。从此我听到哈哈哈粗哑的轰喝声，再也没有好奇心去过一次。那是1971年1月3日下午3点左右，忽有人来，指着菜园以外东南隅2个坟墩，问我是否干校的坟墓。随学部干校最初下去的几个拖拉机手，有一个开拖拉机过河，翻在河里淹死了。他们问我那人是否埋在那边，我说不是，我指向遥远处，告诉了那个坟墓的所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几个人在胡萝卜地东边的西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哦，他们是要埋死人吧？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像是军宣队。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3、4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忽有一人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要水喝，他却是要借一把铁锹，他的铁锹柄断了。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当时没有一个老乡在望，只那几个人在刨坑，忙忙的，急急的。后来下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坑已够深。他们就在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铁锹的人来还工具的时候，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什么病死的。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33岁。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去无一人。我慢慢的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西岸上多了这么一个天。我告诉了莫存，叫他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他从邮电所回来，那儿消息却多，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还知道死者有妻有子。那天有好几件行李寄回了死者的家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整个冬天，我一人独守菜园。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5颜6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来，到我们菜园邻近，分散成2人1伙、3人1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下，他们或先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慢慢的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一人，也不见一点的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熟街里不
不知多少老鼠在跳廊作耍，枯叶窸窸窣窣地响。我舀些井水洗净碗时，就锁上门回宿舍。人人都忙着干活，唯我独闲，闲得惭愧，也闲得无可奈何。我虽然没有18般武艺，也大有鲁智深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住在老乡家的时候，和同伙伴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他们结队一起回村。我独来独往，倒也自由灵便，而且我喜欢走黑路。打了手电，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进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岗，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伙都回到了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我和莫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聊当告别。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下满布磕了的一片白。第7集，小区寄情。我们菜园班的那位诗人从砖窑里抱回一头小黄狗。诗人姓欧，偶有人把姓氏的欧读成了区，阿香就为小狗命名为小区。诗人的抱负很妙，他不为小狗命名小香，却要它和阿香排行，叫它阿区。可是小区叫来比阿区顺口，就叫开了。好在菜园以外的人并不知道小区原是小欧。我们把剩余的破砖靠窝棚南边给小区搭了一个小窝，垫的是熟秸。这个窝又冷又硬，菜地里纵横都是水渠，小区出来就掉入了水渠。天气还暖的时候，我曾一足落水，湿鞋湿袜卧了一天，怪不好受的。瞧小区滚了一身泥浆，冻得索索发抖，很可怜他。如果窝棚四周满地的熟秸是稻草，就可以抓一把为它抹拭一下，熟秸却太硬，不中用。我们只好把它赶到太阳里去晒。太阳只是淡水太阳，没有多大暖气，却带着凉飕飕。区虽是河南穷乡僻壤的小狗，在他妈妈身边总有点母奶可吃，我们却没有东西喂它，只好从厨房里拿些白薯头头和零碎的干馒头泡软了喂它。我们菜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残块来喂狗，疾言厉色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是什么？他们拿白面喂人人暴溃，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区。其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所以小区又瘦又弱，老也长得。阿香满脸扭捏，悄悄在我耳边说：“告诉你一件事儿。”说完又怪不好意思的笑个不了。然后他告诉我：“哎呀，小区，哎呀，你知道吗？
在厕所里偷粪吃。我忍不住笑了，我说：瞧你这副神情，我还以为是你在那里偷吃呢。阿香很担心，吃惯了怎么办？脏死了。我说，村子里的狗哪一只不吃屎？我女儿初下乡，同炕的小娃子拉了一大泡屎在炕席上，她急得忙用大量手指去擦，大娘跑来嗔她，糟蹋了手指，也糟蹋了粪。大娘狗的一声喊，就跑来一只狗，上炕一阵子舔吃，把炕席连娃娃的屁股都舔得干干净净，不用洗也不用擦。他每天早晨听到东邻西舍噜噜噜噜的呼狗的声音，就知道各家娃娃在喂狗呢。我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有同事。不过猪不如狗有礼让，只顾贪嘴，全部拾取，会把蹲着的人撞倒。狗只远远坐在一旁等待，到了时候才摇摇尾巴过去享受。我们住在村里，和村里的狗不仅成了相识，对它们还有养育之恩。猪狗是不洁的动物，蔬菜是清洁的植物吗？蔬菜是吃了什么长大的？素食先生们大概没有说阿香。我们对屡戒不改和本性难移的人有2句老话，一是你能改啊，狗也不吃屎了；一是你简直是狗对凤冈发誓。小区不是养狗，没吃过西洋制造的罐头狗食，它也不如其他各连养的狗。据说他们厨房里的剩食可以喂狗，所以他们的狗养得膘肥毛润。我们厨房的剩食只许喂猪，因为猪是生产的一部分。小区偷食只不过是解决自己的活命问题罢了。莫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者带筋的骨头来喂小区。小区一见他就蹦跳欢迎。一次，莫存带来2个臭蛋，不知谁扔掉的，他对着小区啪的一扔，小区连吃带舔，蛋壳也一屑不剩。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区总和我一同等候莫存。他远远看见莫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示他的欢心，特又饶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莫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得我喊着小区让开路，我们3个才一同来到。一位同事常对我讲起他的宝贝孙子，据说他那个3岁的孙子迎接爷爷回家，欢呼跳跃之余竟倒地打了个滚儿。他讲完笑个不了。我也觉得孩子可爱，只是不敢把他的孙子和小区相比。但我常想，是狗有人性呢，还是人有狗样儿？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见了熟人就跟随不舍。我们的连搬往中心点之前，我和阿香每次回连吃饭，小区就要跟。那时候它还只是一只娃娃狗，相当于学步的孩子，走路滚呀滚的，动人怜爱。我们怕它走累了，不让它跟，总把它塞进狗窝，用砖堵上。一天晚上，我们回连，已经走到半路，忽发现小区偷偷地跟在后面。原来它已破窝而出。那天是雨后，路上很不好走，
我们喝嘛，他也不理。他滚呀滚的，直跟到我们厨房兼食堂的席棚里。大家都爱而怜之，各从口边省下东西来喂他。小区饱吃了一餐，跟着菜园班长回菜地。那是他第一次出于独守菜园的时候，起初是到莫存那里去吃饭。狗窝关不住小区，我得把它锁在窝棚里。一次我已经走过砖窑，回头忽见小区偷偷的远远的跟着我呢。他显然是从窝棚的熟秸墙里钻了出来。我呵斥他，他就站住不动。可是我刚到莫存的宿舍，他跟脚也来了。一见莫存，快活的大蹦大跳。棚屋的人都喜爱娃娃狗，争着把自己的饭食喂它。小区又饱餐了一顿。小区先不过是欢迎莫存到菜园来，以后就跟随不舍，但他只跟到西边就回来。有一次莫存走到老远，发现小区还跟在后面，他怕走累了小狗，抓住他送回了菜园，叫我紧紧按住，自己赶忙逃跑。谁知那天他领了邮件回去，小区已在他宿舍门外等候，跳跃着呜呜欢迎。他迎到了莫存，又回菜园来全连迁往中心点以后，小区还靠我们班长从食堂拿回的一点剩食过日子，很不方便。所以过了一段时候，小区也搬到中心点去了。他进个厨房，总有些剩余的东西可吃。不过他就和旧菜地失去了联系。我每天回宿舍晚，也不知他的窝在哪里。连里有许多人爱狗，但也有人认为狗只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区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小区不知怎么找，就找到了我住的房门。我晚上回屋，旁人常告诉我，你们的小区来找过你几遍了。我感他相念，无以为报，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喂他，表示点意思。以后我每天早上到菜园去，他就想跟，我喝住他，一次甚至捡起泥块掷他，他才站住了，只远远地望着我。有一天下小雨，我独坐在窝棚内，忽听得呜的一声，小区跳进门来，高兴地摇着尾巴叫了几声，才傍着我区，竟找到了由中心点到菜园的路。第8集，小区寄到莫存处吃饭，一餐饭在家路上来回至少要半小时。我怕菜园没人看守，经常在威虎山坡下某联食堂买饭，那离菜园只6、7分钟的路。小区来做客，我得招待他吃饭。平时我吃半份饭和菜，那天我买了正常的一份，和小区分吃。食堂到菜园的路虽不远，一路的风很冷，两手捧住饭碗也挡不了寒，饭菜总吹得冰凉，得细嚼缓吞，用嘴里的暖气来加热。小区哪里等得及我吃完了再喂他呢？不停地只顾着蹦跳着讨吃。我得把饭碗一手高高擎起，舀一匙饭和菜倒在自己嘴里，再舀一匙倒在纸上送与小区，不然他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食了。我们这样分享了晚餐，然后我洗净碗食，收拾了东西，带着小区回中心点。可是小区不能保护我，反得我去保护它，因为短短2、3个月内，它已由娃娃狗变成了小姑娘狗。威虎山上堆藏着木材等东西，养一头猛狗名叫老虎，还有一头灰狗也不弱。
他们对小区都有爱慕之意。小区还小，本能的怕他们。他每次来菜园陪我，归途就需我呵护，喝退那2只大狗。我们得沿河走好一段路，我走在高高的堤岸上，小区乖觉地沿河在坡上走，可以藏身。过了桥，走到河对岸，小区才觉得安宁。幸亏我认识那2条大狗，我蓄意结识了它们。有一次我晚饭吃得太慢了，锁上窝棚，天色已完全昏黑。我刚走上西边的大道，忽听得呜一声，又转为呜呜呜呜的低吼。只见面前一对发亮的眼睛，接着看见一只大黑狗拱着腰，仰脸狰狞地对着我。它就是老虎，学步干校最猛的狗。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晚上回村，有时迷失了惯走的路，脚下偶一滋居，村里的狗立即汪汪乱叫，四方窜来，就得站住脚，学着老乡的声调喝一声狗。据说村里的狗没有个别的名字，它们就会慢慢退去。老虎不叫，一直直窜上来，却也吓了我一跳。但我出于习惯，站定了喝一声老虎，它居然没扑上来，只呜呜呜呜低吼着在我脚边嗅个不了，然后才慢慢退走。以后我买饭碰到老虎，总叫它一声，给点东西吃。灰狗我忘了它的名字，它和老虎是同伙。我见了它们总招呼，并牢记着从小听到的教导，对狗不能矮了气势。我大约没让他们看透我多么软弱。分区中心点以后，每晚轮流巡夜，各连方式不同。我们连里一夜分4班，每班2小时。第一班是10点到12点，末一班是早上4点到6点。这2班都是照顾老弱的，因为迟睡或者是早起，比打断了睡眠半夜起床好受些。各班都2人同巡，只第一班单独1人。据说这段时间比较安全，偷窃最频繁是在凌晨3、4点左右。单独1人巡夜，大家不甚踊跃。我愿意晚睡，贪图这一班，也没人和我争。我披上又长又大的公家皮大衣，带个手电，10点熄灯以后，在宿舍4周巡行。巡行的范围很广，从北边的大道绕到干校放映电影的广场，沿着新菜园和猪圈再绕回来。熄灯10多分钟以后，四周就寂无人声了。一个人在黑地里打转，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可是我有时不止1人，小区常会呜呜2声，窜到我脚边来陪我巡行几周。小区陪我巡夜，每使我记起清华3反时每晚接我回家的小猫花花。我本来是个胆小鬼，不问有鬼无鬼，反正就是怕鬼。晚上别说黑地里，便是灯光雪亮的地方，忽然间也会胆怯，不敢从东屋走到西屋。可是3反中整个人彻底变了，忽然不再怕什么鬼。系里每晚开会到11、2点，我独自1人从清华的西北角走回东南角的宿舍。路上有几处我向来特别害怕，白天1人走过，或黄昏时分有人作伴，心上都寒凛凛的。3反时我一点也不怕了。那时候莫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元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家里的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每晚在半路上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她也像小区那样轻轻地呜一声，就窜到我脚边，2只前脚在我脚踝上轻轻一抱。假如我还胆怯，准给她吓坏。
然后他往前窜1丈路，又回来迎我，又往前窜，直到回家才坐在门口仰头看我掏钥匙开门。小区比花花驯服，只紧紧地跟在脚边。他陪伴着我，我却在想花花和花花引起的旧事。自从搬家走失了这只猫，我们再不肯养猫了。如果汲取佛家不三诉桑夏之戒，也就不该为一只公家的小狗留情。可是小区好像认定了我做主人，也许只是我抛不下。我们连里有人骑自行车到新菜，小区跟着车直跑到新菜。那位同志是爱狗的，特地买了1碗面请小区吃，然后把它装在车兜里带回家。可是小区累坏了，躺下奄奄一息，也不动也不叫，大家以为他要死了。我从菜园回来，有人对我说：“你们的小区死了，你去看看他呀。”我跟他跑去，才叫了一声小区，他认得声音，立即跳起来，汪汪地叫，连连摇尾巴。大家放心说：“好了，好了，小区活了。”小区不知道，居然有那么多人关心他的死。年厨房里买了1只狗，烹狗肉吃，因为比猪肉便宜。有的老乡爱狗，舍不得卖给人吃，有的肯卖，却不忍心打死它，也有的肯亲自打死了卖。我们厨房买的是打死了的。据北方人说，煮狗肉要用硬柴火，煮个半烂，蘸葱泥吃，不知是否卤制生吃的那种。我们厨房里依阿香的主张，用浓油赤酱，多加葱姜红烧。那天我回连吃晚饭，特买了1份红烧狗肉尝尝，也请别人尝尝。肉很嫩，也不大瘦，和猪的筋肉差不多。据大家说，小区不肯吃狗肉，生的熟的都不吃。据欧诗人说，小区嫌了狗肉，在泥地上扒了个坑，把那块肉埋了。我不信诗人的话，一再盘问，他一口咬定亲见小区叼了狗肉去埋了。可是我仍然相信那是诗人的。消息传来，干校要大搬家了，领导说各连养的狗一律不准带走。我们搬家前已有1队解放军住在中心点上。阿香和我带着小区去送给他们，说我们不能带走，求他们照应。解放军战士说：“放心，我们会养活它，我们很多人爱小牲口。”阿香和我告诉他小狗名小区，还特意叫了几声小区，让解放军知道该怎么。搬家那天乱哄哄的，谁也没看见小区，大概他找伴儿游玩去了。我们搬到明港后，有人到中心点去料理些未了的事儿，回来转述那边人的话：“你们的小狗不肯吃时，来回的跑，又跑又叫，满处区。找我吗？找莫存吗？找我们连里所有关心他。有些人懊悔没学别连的样，干脆违反纪律，带了狗带到明港的狗，终究都赶存。和我想起小区，常说小区不知怎么样了。莫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捡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第9集，冒险。西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西线的雨。灰蒙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像边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像刀刃一样坚硬，害得我们走得脚底起泡，
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了泥团子。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辆和工具。我们常端着饭碗，尽量往2个席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泞，还有雨丝嗖嗖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者是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西线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或骨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6面泥的小房子，却比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个1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纸，又挡风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待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雨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筒雨鞋都沾满了泥浆，脱换费事儿。还有一把水灵灵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杖，走到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西线的雨，使人觉得自己却是黄土捏成的，好像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我踏着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2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墓道？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地超过厨房，直奔西去的片的田里都有沟，平时是干的，积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桥，桥下的路已淹没在水里，和沟水汇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几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试探着踩过靠岸的浅水，虽然有几脚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岸。我回头看看，后无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记，回来不能再走这条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给拨掉。雨鞋虽是高筒，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了胶力士，争着为我脱靴。好几次我险些把雨鞋留在了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泥丸子，会落进高筒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可免滑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将近砖窑，有2、3丈路基塌陷了。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的。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2条堤岸，我举足踹上堤岸，
立即深深陷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进了水是一条苏射到此。虽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大不容易，不愿沸然而返。水并不没过靴筒，还差着1、2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软有硬，草地也有软有硬。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安然度过了这个大坡，走到砖窑就该拐弯往北了。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到砖窑坡下，稍一停回就泛入窑溪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蜿蜒而过，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了一个小岛。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宽。莫存的宿舍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1丈。原来的一架4、5尺宽的小桥早已冲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了一片。可是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我在东岸望着西岸，莫存的房间便在这排10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窑坡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河对岸了吗？那边看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地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我回到那里，伸过手杖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的，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莫存宿舍的门口。我推门进去，莫存吃了，怎么来了？我笑说，来看看你。莫存急着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上费的时候比平时多1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了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垮，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走。莫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中用最快的步骤，也记不起我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记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个馒头，还是莫存给我吃了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是否饿了肚子。我只自幸没有掉到河里，没有陷入泥里，没有滑跌，也没有被领导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儿。第10集，
冒险中，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在他们连里。莫存就是我的老头，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请来统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其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莫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剩馔。小区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长祝腹，我料想他尾巴都摇酸了。我记得莫存60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了自己的60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2餐，不放假吃3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饭。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都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到河里的桥边。莫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化，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莫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于是决定干脆只把他送回宿舍。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势，什么地方路是斜斜的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别厚，那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莫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请。所以我说不必，我认识路。莫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天不走2遍？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我每天来回走的路，只是北岸的堤和南岸的东西大道。莫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间，室外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是另一回事。我坚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我自是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却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望城北。莫存虽然不会认路，我却靠他辨方向。这时我留意辨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过树林，走上林边大道，往西再到那一簇3、5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
过桥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了一团昏黑里。天上没一点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树林里那条蜿蜒小径，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两只眼睛已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我一人闯去。我自信四下观望的时候，脚下并没有移动，我就硬着头皮约摸朝西南方向一那头走进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树林，我宁可偏向南走。地下看着雪白，踩下去却是泥浆，幸亏雪下有些熟秸秆、断草绳、落叶之类的。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树挡住就往西让。我回头望望莫村宿舍的灯光，已经看不见了，也不知身在何处。走了一会儿，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欣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10几步一棵，我只见树干，看不见树枝，更看不见树的什么资质了。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见，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棵树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弯往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熟秸丛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熟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窜来，所以机灵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浮动两旁熟秸的枯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己是在桥东还是在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如我已在桥西，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进有个干校学员在那个砖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回来了，红屋的伙伴笑脸相迎，
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第11集，冒险即兴。1971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西县迁往明港某团的营房。干校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莫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个人挨次放下马扎入座。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只好放在了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仅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30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露自己的无知。一次我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我睁着眼睛继续做我自己的梦，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走。忽见前面的队伍渐渐分散，我到了宿舍的走廊里，但不是自己的宿舍。我急忙退回队伍，队伍只剩个尾巴了。一会儿，这些人都纷纷走进了宿舍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连问几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各自忙忙回屋，也无暇理会我。我忽然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头，只见满天星斗。我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我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辨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营地很大，远远近近不知有多少营房，里面都亮着灯。营地上纵横曲折的路也不知有多少，营房都是一个式样。假如我在纵横曲折的路上乱跑，一会儿各宿舍熄了灯，更无从寻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营房南边铺石块的大道，就认识归。电影的广场离大道不远，我撞到的陌生宿舍估计离广场也不远。营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这一点我还知道。我只要背着这个宿舍往南去，寻找大道，即使绕了远路，总能找到自己的宿舍。我怕耽误时间，不及随着小道曲折而行，只顾抄近，直往南去，不妨走进了营地的菜圃。营地的菜圃不比我们在西县的菜圃，这里地肥，满齐密密茂茂的菜，盖没了一齐齐的分界。我知道这里每一二齐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去，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量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人救应。冷水冲洗之恶，压根儿可不必出，因为跟着队伍走不需手电，并未注意换电池。我的手电昏暗无光，只照见满地的菜叶，也不知是什么菜。我想学猪八戒走兵的办法，虽然没有扁担可以横架肩头，我可以横抱着马扎，扩大自己的身躯。可是如果我掉下半身，呼救无应，还是掉下粪井。
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一手提马扎，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缓缓落脚，心上虽急，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过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简直像梦魇似的，走呀走呀，总走不出这片菜地。幸亏方向没错，我出的菜地，越过没扎铺的小道，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我立即拔步飞跑，跑几步走几步，然后转北，一口气跑回了宿舍。屋里还没有熄灯，莫一批上厕所的刚回房，可见我在菜地里走了不到20分钟。好在没走冤枉路，我好像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我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假如我掉到粪井里，几时才会被人发现睡在硬邦邦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位比我小2岁的同事，晚饭后乖乖地坐在马扎上看电影，散场时他因脑溢血已不能动弹，救治不及就去世了。从此老年人可以免修晚上的电影课。我常想，假如我那晚在陌生的宿舍前叫喊求救，是否可让老年人早些免修这门课呢？只怕我的叫喊求救还不够悲剧，只能成为反面。第3是，在我就算是冒险，其实说不上什么险，除非很不幸才会变成。第12集，误传寄望。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给我来了个恶作剧。我们屋里晚上点一只油盏挂在门口墙上，我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我和同屋伙伴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2堆东西。我兴味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捏。我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4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2天，我老大清早就起来洗单子，集了1桶又1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像永远洗不掉。我遇见莫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降我。莫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2堆，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令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者是拆字法，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我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话。他虽然如此安慰我，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年底，莫存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莫存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莫存若能回京，和阿元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事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西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想不到这个一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特来报告他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交交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了。过了几天，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我问：还没有公布呢？没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望声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哭。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莫存比别人少壮了。我背诵着韩语，8月15夜赠张公曹氏：舍书一日行千里，周家声名世家义，感触万端。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莫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莫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的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儿告诉了莫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可是查无实据。莫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莫存写一份自我检讨。莫存只好婉转其词，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儿，还心上不服。过一天，莫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莫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他什么？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第13集，误传记。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就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舍。他长叹一声，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听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我独往菜园时，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莫存，我还能领会咱们的心情吗？只怕我身虽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
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莫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巧，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衣。也就是咱们或我们，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残。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莫存回京和阿元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以来，经过9蒸9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莫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莫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不会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犹疑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迁往明港，莫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5、6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伪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元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传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乡人，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身残无功实录。看着大批的有为青年整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要实在不干什么，却是不准离开。火车站只需1小时多的步行就能到达，但没有军宣队的证明，买不到火车票。一次莫存牙痛，我病目，我们约定日子，各自请了假，同到信阳去看病。医院新发明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病人不敢尝试，都逃跑了。莫存和我溜出去游了一个圣地，却忘了名字。山是一个土墩，湖是一个半干的水塘，有一座破败的长桥，山坳里有几畦药苗。虽然没什么好玩的，我们逃了1天学，非常快活。后来我读到信阳看眼睛，累到给宣裂了。我要回北京医治，军宣队怎么也不答应。我请事假回京，还需领到学部的证明，医院才准挂号。这大约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借看病回京，不再返回。干校生了大病，只好碰运气。我回京治了眼睛，就带阿元来干校探亲。我们母女到了明港，料想莫存准会来接。下了火车，在车站满处找他不见，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干校，只怕莫存还在车站找我们。谁知我回京后，他就大病，犯了气喘，还发烧。我和阿元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他们连里的医务员还算不上赤脚医生，据医务员自己告诉，他生平第1次打静脉针，
紧张的浑身冒汗，打针时结扎在墨存壁上的皮带，扎完针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2针居然见效。我和阿元到干校时，墨存已退烧。那位医务员常指着自己的鼻子，晃着脑袋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难为他。假如他不敢或不肯打那2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曾来探过亲，彼此稍稍放松了记挂。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人都在焦急。报载林彪嗝屁着凉后，干校对516的斗争都泄了气。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残呢，仍然只是开会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儿的。1972年3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墨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去。不过既有第2批的遣送，就该还有第3批、第4批。看来干校人员都将分批遣恩，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践行。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践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捡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1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憾。但不论多么愧憾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欣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10多年，再加干校2年，且别说人人祈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经18年，所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应作此6集。1981年第14集，回忆我的父亲。前言：1979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包括其他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堂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堂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中岛弼教授、美国李佑安教授曾分别为我查核日本和美国的资料。此文1983年发表后，1990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周正环同志提供了有关我父亲翻译工作的资料。1992年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同志提供了有关我国现代史的资料。我已把原文相应修改，谨向他们致谢。1993年，
2月，父亲杨荫行生于1878年，卒于1945年，字卜堂，笔名老卜，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他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先回日本早稻田读得学位，又赴美国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4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维护民主法治的风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让一位有贪污巨款之嫌的总长，现称部长，受到了高检厅的传讯。同时有检察官到总长私邸搜查证据，许多高官干预无效，司法总长请到大总统训令，并将高检长及搜查证据的检察官给以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儿，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多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母亲唐虚英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就是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混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儿。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别插嘴。老小是无锡土话，指小孩子。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事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精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精心的一知半解积累。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以补充人性与事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例如我5、6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照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案邹，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堂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子上仔细端详，
照片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者是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2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兰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的瓜子仁儿，教他背白居易的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父亲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2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床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有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了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这是1897年，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了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了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2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2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的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儿。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悉。第15集，回忆我的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些笑话，说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儿。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虚。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颗虚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听罢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扑哧扑哧的。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抓了一只蛤蟆，对他喷水念咒，把他扣在空花盆底下，叫他土遁。过了1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
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儿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民国史上说，1900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1900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行、雷奋等创办了艺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经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自由的革命意识也说起艺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行、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利典雅，于吴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经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据革命意史，1899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6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杨廷栋、雷奋和其他3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行、杨廷栋3人睡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艺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横甲其地做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社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茶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社监尝异味，茶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儿。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冯自由的革命意识和中华民国史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1900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行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治时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知道他怎么卒业前1年就回乡，不知有何确实的凭据。我父亲190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院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翻译的明学教科书，是1903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候。考寻光绪28年12月29日，即1903年的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明学，
无锡杨荫行数，于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廷之理，经史职馆因经费支出，1903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僧、顾树平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的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及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国民报以英国人金塞尔的名义发行。金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静茹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宫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第16集，回忆我的父亲。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恒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胡适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是我的先生。老娘家是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钟书对我说，胡适绝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艺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曾在城中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听说我父亲暑假回无锡，在40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磕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觉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1906年初再度出国。我大姐说，父亲1906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1906年9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1907年7月毕业，际遇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令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受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不知什么学校的校长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比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进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见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至1910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1集，书名是《日本商法》。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国家，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
当然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佑安教授，托他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他回信，钟书一点儿也没有记错，那本书一找就捡，在法学院图书馆。称他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鲁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319页，我父亲离校后1911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他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他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做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赞，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鲁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猜想父亲再次出国4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年或1928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就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我当时在父母的庇益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儿，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征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不信父亲对亲事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单琦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明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儿，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流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了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人是为糊口计。我是第4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6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一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子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2姑母当时和我堂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3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
2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翘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翘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儿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翘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另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学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提。第17集，回忆我的父。13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一文里说，有你杨英行及劳仆者，掌司法部者，此语亦大肆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原谱中决议之心术，虽不必下注，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及掌部者，使者为次长一席，终须此谱。此谱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家耶？以上此台盘文发表于民国2年9月11日。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了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得零星片段。我二姑母曾和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儿，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应光，就是本省长相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2人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府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聂台，通称3大县。聂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县，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制之下的。可是据当时的宪法，3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3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2。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应光到北京觐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儿？3权
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我父母常引用的点。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锦奎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招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儿。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仰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兼课，和我是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的老太呀自得昂，自得昂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应，只感叹说，朝中无人莫做官。屈应光觐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林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4字，他就调到北京了。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某某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儿，笑着把拳头一攥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人就杀了。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的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的自己也领厅长张先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4级3审制，每个案件经过3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2审，发回重审就是第3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很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的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攥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伤。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传讯一位总长的那一页，回忆说，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2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斥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10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2匹马都没有了，
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兴的结果。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作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上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1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糖紫色，1个多星期后才慢慢褪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生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写上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曾看到过那些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止期。第18集，回忆我的父亲。我家租居陈壁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1919年我捡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捡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捡最完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壳子呢？”姐姐说：“泥壳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撒了几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子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捐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我国近代史料，某某某受贿被捕，在1917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某某某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查检察长杨英行的责任。某某某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区一个京师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传讯在职的交通部总长，并派检察官到他寓所搜查证据，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1917年5月25日、26日申报要闻。高检长杨英行因传讯某某某交付惩戒，杨已向惩戒会提出申辩书。会中对于此事已开过调查会1次，不日当有结果。兹密得司法部请交惩戒之原呈及杨检长之申辩书并录于下。此案之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辩书共12条，前10条说明自己完全合法，后2条指控司法总长不合法，且有袒护之嫌。申辩书不仅说明问题，
还活画出我父亲当时的气概，特附在本文之末。此案只是悬案，所以我把有嫌贪污聚会的总长姓名改为某某，推断父亲停职期很短，他只有闲暇上百花山采集花草制成标本，并未在家闲居。他上班不乘马车，改乘人力车，我家只卖了马车马匹，人照常生活。1919年秋才回南。可见父亲停职后并未罢官，还照领薪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呈照。1919年秋季，我上初小3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他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1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他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2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的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腹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15岁，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1919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3姐了，下面却添了2个弟弟和我的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1、2天客栈，搭新明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7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2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3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垂呀？”父亲说他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急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间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
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1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了2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志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1个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的只说荤话了。他开始说的荤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泥壶出去，就说：瞧瞧，他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硬上任去了。可是荤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啦，老爷当了城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的。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这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髌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地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第19集，回忆我的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哎，要紧人呐！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我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统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8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地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义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
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人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1920年秋搬到上海，租居2上2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里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定21条的张宗祥。我父母讲到21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儿，愤愤地说：“他们七，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7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在，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2、3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区，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显得矮而小。其实房子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的女儿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玩，觉得他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赞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句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儿。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原，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就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的社会只有2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
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就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伊文堂。据说魏忠贤党人到苏州搜捕东林党人，民情激愤，引起动乱。魏党奏称苏州武城造反，徐大老爷将武城改为武人。苏州人感其恩德，募款为他建议楠木大厅，一人1文钱，顷刻而就，故名伊文堂。张謇为我父亲题的匾上，安徐堂3个大字之外，有几行小字，说明房子是明末宰相徐继明先生故居。据王佩正《平江府志》，魏党毛一禄曾为魏忠贤造生祠于虎丘。魏失势后，苏州士绅在魏淹生祠原址立武人墓碑，张溥作武人墓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20-30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3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3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18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子，可以赚上好半天。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了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经逐渐减轻了。房子费了2年左右才修建完毕。我常挂念原先的20-30户人家到了哪里去。最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50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条宽走廊能隔成好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之。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儿，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持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有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第20集，回忆我的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2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2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
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扳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耦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我们搬入新居，这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搬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们干活，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3个，大蜘蛛3个铜板1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休学在家的3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抓的最多，100条鼻涕虫硬要1块钱。那时的1元银币值270至290个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的唯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到他手里，10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即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儿；一是盲人，因为他社会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是说帮人吵架。民事诉讼10有8九是为了争夺财产，余下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10有8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30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呢。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后，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的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2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绝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因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狂话。我祖母的丫头嫁役农民，她儿子酒后自称某革命组织的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1年的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半截，里面的下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2个管库的老师傅。那2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之。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2支雪茄就是200元，1记耳光就是500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做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盲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面前，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1-2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瓶子，上面或许还有一个10字吧。
父亲很明显的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瓶或许有老谱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第21集，回忆我的父亲。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叔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点，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咽口。我11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身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节放咽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咽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咽口。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4、5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儿，拉住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惊。6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哎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孩子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100分，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100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别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4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夺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寇则大名，小寇则小名。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16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求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多一条板凳站在上面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16岁，看来只像14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
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准会看猴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再……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便帅，他说名与气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哎，捕头，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 Dare to say no。 你敢吗？”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3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他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他们第2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他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他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意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作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某某，我们妇女认为绝不能作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住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辨。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1、2年走读。
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者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儿，佣人经常从前院到后院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儿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会儿针线，然后从割针线活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缀白球，边看边笑。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两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不关的小门。他床头有父亲特为他买的大字抄本80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他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他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他看了几页绿姨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第22集，回忆我的父亲。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课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着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我常捡他写图的长风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艳艳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削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宴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个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微炭结子的手炉和脚里过一时就去添煤，我到时轻轻加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炭不出。在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到炉盆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做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到自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儿，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的。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汉船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3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的火炉边舀去。我们采用了第3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
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花子偷了鸡怎么做叫花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了一个叫花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捡些枯枝生过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花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4个人分吃，一口2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请，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抓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碧已有8、9岁，她和我七妹2人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幕后把关的。朱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还是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5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了。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嬷嬷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我3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2个弟弟和7妹挨次只差1岁半，最小的8妹小我11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3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1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1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生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常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突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近50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医，血压高了就无法叫他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板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残破的书角补好，叫我用憨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许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应，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旧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来玩弄，一面教我名称。
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剃掉些父亲的心。第23集，回忆我的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1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100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忧郁的环境里成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好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律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律，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尽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憾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质武后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揭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土鲁去做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我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要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3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维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2倍于学费的钱，做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2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我离家1学期就想家的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1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心境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得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2手捂住脸，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信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请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能，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就叫我抄，我得公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1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齐不整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齐不整的一小块，看起来好像是撞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的。无锡话火冒是发怒的意思。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子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请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1/3是赖掉的。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
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了。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他上诉争遗产。他赢得官司，得到1000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成了阔小姐。可是他没出1文钱的公费。20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他，他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夺人，因为他从前年纪小，不懂事儿，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他果然送了。他把我拉到他家，请我吃1碗5个汤团。我不爱吃，他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2个。那就是他送我父亲的酬劳。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的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有我父亲的帮助，得了1000多亩的好田，20年后居然没忘记他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2个汤团来表达他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姑姑，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咋给姑。我父亲笑说自己哈姑姑，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咋给姑，如买古钱、古玩、上本书之类的。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2/3的消耗，增添1/3的收入。但是他只做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功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第24集，回忆我的人口已大为减少。1930年，我的大弟17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2位脾气怪癖的姑太太，我的2姑母和3姑母，他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1935年，中书考取英公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那年我只有1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代替，我就提早1个月回家。我不及写信通知家里，立即收拾行李动身。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在苏州略过午后，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3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地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跑去一看，去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母亲说：“哪来阿季？他不是回来了吗？这伙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儿。”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孽止，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说那是第6诀，有科学根据。”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
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6绝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下，当仁不让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默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儿。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的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币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他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院，从后院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他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2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临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15岁，父亲叫她跟着2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3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错在坟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痛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冰火中留下的一线联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40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2个女儿到别处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姐姐说，看房子的2人，我大弟的奶妈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2人有时白天出去，似敌军抢劫后实些劫语。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1桶酱菜，一家人下饭吃。
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天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兵就接二连三地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子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敌人进屋，准把他们从废柴堆里拉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状子的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事。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姐和姐夫有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巾。第25集，回忆我的38年10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恢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错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宁静，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的灵岩山秀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他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妆的一点也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40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院，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饭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他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钟叔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记我昆明社馆7绝4首，第3首：苦爱君家好像芳，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复旧时。还没见到我们节后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2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柴太憨，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荡木上仰看天淡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
橘子正绿。钟叔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托和馅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20多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3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去摘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脆，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去绿意，朱兰也无复朱颜。汉床廊下的琴桌和细瓷古凳亦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生可莫惜。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食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捡出许多零星东西，小萤石、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亦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黑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摸，各用小手帕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腐蚀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矿，倒下一矿矿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缝。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矿里，而上面盖的却是2块大石板，临时绝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
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第26集，回忆我回国，父亲就租下2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钟叔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3姐姐和7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儿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默契，日子更艰苦了。钟叔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保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莫一遭的放映，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遇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他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老时碰到些事儿，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安葬了母亲以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西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室，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父亲
把他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钟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给了钟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这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品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艳艳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的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这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3盏百枝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再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一个竹根雕成的陈团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给陈团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绝不会看错。有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事业非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些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了，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他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结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找，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半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某来馈某某。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翻了好一会儿，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检看里面的瓶儿和罐。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见他长袍的一角
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赋诗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赋诗，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孝，不能继承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赋诗中提到的市面、市校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诗骚体韵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腾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情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和中枢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老友盲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1983年第27集，回忆我的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赋诗一篇。因为读了他的赋诗，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路，武堂兄挽词五首。同学小弟侯世婉，高年着落笑居虚，两度苍蝇穷地隅。反国九卿三尺法，闭门更读五车书。养科暂至悬河口，头老新逢滨海居。40年来各奔走，信经略补，旧交少粗才窥管天。纷纷俗子云心田，新期独洽留园赋，复似交推边笑仙。大小钟鸣随楚寇，浅深水折得熙然。余章绝业今谁记？俯仰乾坤一炫尽，人间万窍号。权衡今古惜秋毫，法言切韵寻远远。神鼓调音造诣高。早岁准绳寻断孔，暮年金玉在诗骚。太玄传后插堪壁，心力宁为腹部。书原委及钻磨，愧我轻边轻读过。
欲向楚京愧书重，反同海月哭东坡。茅亭至正承陈迹，水榭追随赶世波。自古儒林多大迭，于君独敬奈天期共戴太阶平，就学商量于此生。杂月偶逢生比令，踵门一见说归程。方夸原谅幽居乐，俱听颜龙蒿里声。任访不堪思昔别，悲怀未续泪先。兄生于说文音韵之学，于在大兴公园悟谈最多，4、5年如一日。余常为言我国语言文字音节之美，实在双声叠韵，而善于运用者，莫若司马相如大人赋。昔昭明寡识，文选诗收。兄为《诗经》一书实为古诗音韵谱，节奏优美，待君经古蒙审定，所用双声叠韵，配列甚匀，多为对偶。如周南卷耳2章之崔嵬灰霭，3章之高冈玄黄，尤为显著。常推本许氏说文声母通假，求得同声同韵之字，事前为多。再依据孔广僧阴阳声对转之说，求得对转通韵之字，寓意加多。以此周宋清妙，历来音韵家称为无韵者，均能有韵。资政将《诗经》逐字逐句加注音韵，颇多创获。余谓兄言诗之成韵，不仅在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风下全前3章之彼我2字，早经皆是，又各章往往仅有少数换韵之字不同，余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虽不在一章，亦自然成韵。如周南鸠木3章，仅有首章之雷随，次章之荒降，3章之迎城换字换韵，其余字句皆同，皆应成韵。于藏丁以此著毛诗正韵，照此求韵，所得较前人大为增多。见己所观，玄为余言丁书甚精辟，大堪参究。尤加其欲不得解处，能虚怀缺疑，唯不知采用阴阳声对转之说，致所收成韵之字，人多有遗漏。后为余言《诗经》音韵以铸就，并草成繁例，又以曲子离骚音调差堪比美，亦为加注如前。盖历久而两书始成，何名之曰诗骚声势。据称系用铅笔善写，人时加校正。此书稿本似应在苏玉，望善为保存，将来设法刊行，以传绝学。又于曾见书署名老谱，在新闻报登载市面市校自称3篇，文字征引既博，书意亦精。不知关于此类著述以及其他，府上存否稿本？若能搜集，亦悉保存。此他日刊印论丛等书，以广其传，实为于区区之所生。45年8月12日，侯高升赋第28集，回忆我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殷于先生也是人们所熟知的人物，我们也想了解他的生平。殷于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他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他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卜堂先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金鱼，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他，因为他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他。
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儿，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英瑜，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不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情。兄弟姊妹共6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3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2姑母因坟和3姑母都比我父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常年住在我家。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2姑母、3姑母都丑。2位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我的2姑父名裘建曾，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的《约翰生传》，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据我父亲说，2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在2姑母。我听姐姐说，2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妇不和。反正2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从无烦恼。她的相貌却也不美，3姑母相貌和2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宝康曾和3姑母同在美国留学，合照过许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3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3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2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3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瞧她，鼻子向着天。”3姑母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子。”有上仰的倾向，却不是鼻造向天。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我觉得3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订婚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道对方的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姑爷老吸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3姑母比我父亲小6岁，1884年生，小名升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这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我不知道3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3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3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
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了。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1902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18，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那姑娘有点着三不着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略似上海人所谓的13点和北方人所谓的250。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跺两断。末一句话全无事实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申辩。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了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原来就是你的。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窝一隐一显，乐得不得。景海读了2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业的。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他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黎。三姑母1907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支别针，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那是在1913年，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我三姑母1913至1914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京工作。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1929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第29集，回忆我的姑母1914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5周岁，在女高师附小上1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坛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声，我赶紧把米粒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
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他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捡来吃了。他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是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他们带我打秋千，蹬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他们开恳亲会，演戏3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兵，一天请女兵，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羊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他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他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在回响。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我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他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他。我绝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他跳绳。1918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他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先生家里避居了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甚焦急。后来布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样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位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2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一一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三姑母1923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
我在旁看见他头上果然有几斤。24年，他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的。他是1925年冬天到苏州常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他住在最新的房子里。后园原有3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再原址，面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为花厅。3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冲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那前后2间是我父亲给3姑母住的。除了他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3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3、4天，她买了很长一副白十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3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1弯月亮，几只归鸟。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光照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儿。他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副长布帮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里，许多十字只是1字。我连日成天在他屋里做活，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3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可惜那支笔写来笔画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他那歪歪扭扭的手工，布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2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他舞剑，他就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2手各拿1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他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他，只是并不喜欢他。我和2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2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里当过家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12年和他同睡一屋。他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他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他性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3姑母和他不。第30集，回忆我的小时候在北京，3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2、3人，或3、4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2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不懂她的事儿，而2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途径。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3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做主持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笑3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他敬而远之。家庭里的细事细非却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3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砌的地板，
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他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况且他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子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他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他那边去了。三姑母准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的给它吃东西，它必定做事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碧是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1、2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围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1巴掌，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她，待她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制的。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的怎姑母就和强盗猫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他以为我是头，其实我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1927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擦脂抹粉的。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擦手擦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话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心头，要另式另样的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只簪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挑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还绕上一个桃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的随他们摆布，毫不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赏关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推是三姐，怎么样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
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10全的吉利人，像我2位姑母那样的机灵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他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2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3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笑说，他们算是怄我生。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清最怜3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2个姑母，父亲说，逢官莫知莫觉，升官细腻，是说2姑母对人莫无感情，3姑母又多心眼儿。母亲只说2姑母独负心思，却为3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像3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他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3姑母。3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给赶出来。3姑母好像觉得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1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3伯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的，也末后一个吃完，她吃的少而慢。有几次3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母亲也并不记。第31集，回忆我的孩子总觉得2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他们从不过问，3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2回桌子，他们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我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说3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3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有一次我们买了1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我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地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2姑母并没在意，3姑母却惊喜，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2个姑母回房，我们各自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很温和。她只略吃了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绝没有为3姑母着想。她准觉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连着帮挤她。
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实刻薄了，只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2个姑母，而在他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只觉得我们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他们自己的童年师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他独住一个小院，很清静。他或学字学画，或读诗看小说，或做活，或在后园拔草种花。他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2排，一颗颗都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个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他是我父亲所谓的最没有烦恼的人。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看个电影，不愿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转眼我17、18岁了，都在东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弟长得高，七妹小我5岁，却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三姑母买票的一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们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他出去，尤其是喜欢听说书。我家没人爱听书，父亲甚至笑他低级趣味。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1、2家合请一个说书的，轮流做东，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里去听书。有些联合做东的人家并不欢迎他，他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他喜欢赶热闹，他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他做什么工作。1927年左右，他在苏州女师任教。1929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他教日语，他欣然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他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在宿舍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他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闹得40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还不得安静。寒假前大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他叫我带他的小狗出去给他把屎。幸亏我不是个抱佛脚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2圈。回去老师说小狗没拉屎，三姑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到学期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舍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毒都结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开学不久，他那只狗就给人毒。学校里出了一件事儿，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龙潭春游，事先千叮万嘱不许下潭游泳，因为水深湍急，非常危险。有个学生偷偷跳下水去，给卷入急湍。老师得知，立即跳下水去营救。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老师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师猛力挣脱溺者，再去捞他，水里出没几回，没有捞到，最后力竭不支，只好挣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的人，
他流涕自责，没尽责任。在生死攸关那一刹那，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没有舍生忘死。当时舆论认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即使赔掉性命也没法救起逆者。校方为这事儿召开了校务会议，想必是商量怎样向逆者家长交代。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请他参加了。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校方把他当自己人，才请他参与会议商量办法，没要他去苛责那位惶恐自愧的懊悔无极，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大概是表示歉意。他在请客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明天要备一桌酒在我家请客，他已约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办的，可是招待外宾，我家不够标准。我们的大厅高大，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后园也不够整洁。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找到本乡地头蛇，立即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半天功夫便把房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对我父母大夸我，回校又对我大夸我家。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有紧张又缓和。姑母请客是星期六，课散后我才回家。走过大厅后轩，看见他一人在厅上兜兜转，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母亲叹气说：唉，我叫他请最贵的，他不听。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减慢了客人。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儿，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他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他，人人都嫌弃他，而他又老是那么开里。接着又出一件事儿，有个大学4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有意干些怪事儿招人注意。他穿上戏里纨绔少爷的花缎袍子，镶边马褂，戴着个红结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去挑粪，或叫洋车夫坐在洋车上，他拉着车在闹市跑。然后又招出一个二怪物。大怪物和大学的门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戏。他违反校规，经常夜里溜出校门，半夜门房偷偷放他进校，学校就把大怪物连同门房一起开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怪物灌他的米汤，而对这怪物有好感。他认为年轻人胡闹不足怪，4年级开除学籍就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他和学校意见不合，就此辞。第32集，回忆我的日，我大弟得了肺结核症。三姑母也许是怕传染，也许是事出偶然，他点了一个大花园里的2座房屋，一座他已经出租，另一座楠木楼留着自己住。我母亲为大弟的病求医问药，忙得失魂落魄，却还为三姑母制备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细心周到，还为他备了煤油炉和一箱。父母搬入新居那天，母亲命令我们姐妹和小弟弟大伙儿都换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认为送搬家也许得帮忙，不懂为什么要换漂亮衣裳。三姑母点的房子在楼门城墙边，地方很偏僻，
听说原来的原主为建造那个花园惨淡经营，未及竣工，他已病危，勉强坐了轿子在园内游览一遍，便归天去了。花园却还像个花园，有亭台楼阁，有假山，有河池，还有个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桥。园内苍松翠柏各有资质，相形之下才知道我们后园的树木多么平庸。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向我们讲明道理。三姑母是个孤独的人，脾气又坏，她和管原产的经纪人已经吵过2架，所以我们得给她装装场面，让人家知道她亲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贫寒的。否则她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甚至父母搬出后，我们才知道她搬家也许还是怪物促成的。她介绍自己的一个亲戚叫黄少奶，为三姑母管理家务。三姑母早已买下一辆包车，又雇了一个车夫，一个女佣，在家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她竭力要拼凑一个像样的家，还问我大伯母要了一个孙女儿。她很爱那个孩子，孩子也天真可爱，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不巧我神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诉说三姑母家的情况，还说孩子瘦了。大伯母舍不得，忙把孩子讨姑母家的女佣，总用不长。后来黄少奶也辞了他，我母亲为他制备的煤油炉成了他的要紧用具。他没有女佣，就坐了包车到我家来吃饭。那时候我大弟已经去世。他常在我们晚饭后乘凉的时候，忽然带个车夫来吃晚饭。天热，当时还没有冷藏设备，厨房里怕剩饭剩菜馊掉，尽量吃个精光。他来了，母亲得设法安排2个人的饭食，时常特地为他留着晚饭，他又不来，东西都馊掉。他从不肯事先来个电话，仿佛故意捣乱。所以他来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后园躲在花木深处，黑地里装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识体，总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说话。她不会照顾自己，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带了大姐姐同去伺候，还得包半天的车，因为她那里偏僻，车夫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车。一次母亲劝她搬回来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亲做好种种准备去接她，她又变卦了。她是好动的，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串门。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6扇，日常只开中间2扇，她那辆包车特大，门里走不进，只差2分。可是门不能扩大，车也不能削小。他要是回我们家住，他那辆车就没处。相识的人善灌米汤，常请他吃饭，他很高兴，不知道那人请饭不是白请的。他陆续问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造了新房子，前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三姑母要他还钱的时候，他就推诿不还。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那人灭了电灯，放狗出来咬他。三姑母吃了亏，先还不肯对我父母亲讲，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汤上当，后来忍不住才讲。父母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2月，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他就抓我替他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他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他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
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35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下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岔拐，以为她披麻戴孝来，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癖。1929年，她初到东吴教课，做了那一套细下布的衣裙，穿了还是很帅的。可是多少年过去了，她大概没有添做过母亲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亲又病，没心思顾他。她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的。那时候，她已经在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找匠人盖了几间屋。不久，她退掉点来的花园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国外，她的情况都是大姐姐后来告侵占苏州，我父母带了2个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暂住。香山沦陷前夕，我母亲病危，2个姑母往别处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2个姑母过些时候也回到苏州，各回自己的家。2姑母已抱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做孙女，自己买了房子。3姑母住在盘门，4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3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3姑母4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3姑母家里去。1938年1月1日，2个日本兵到3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她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3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临近为他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订一层厚厚的。39年，我母亲安葬灵岩山的秀谷公墓，2姑母也在那公墓为3姑母和她自己合买一块墓地。3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3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曝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3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我母亲曾说，3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我父亲只说，升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他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他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他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他跳出家庭，就一生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他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他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他不能理解当时的时事，他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因。他已做古人，提及他而骂他的人还不少，记得他而知道他的人已不多。83年第33集，老王。我常坐老王的3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3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
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3轮车。他有个哥哥死了，有2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3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多年了。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代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3楼，带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1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3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大革命开始，莫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带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3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莫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从干校回来，载客3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3轮改成运货的平板3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3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服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带他传话了。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3轮的座上，或抱着冰倚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2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哎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2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
我记不清是10个还是20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时他送王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他只说：“我不吃。”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烧了。”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质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到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的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事。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早埋了。”“呀，他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2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每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等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人的困。84年3月第34集。林奶奶小我3岁，今年70。17年前，文化大革命第2年，她忽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儿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哎，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甲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1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甲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查，她不肯不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成啊，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我问林奶奶，干嘛帮那么多人家，其中2、3家活儿不是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费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儿，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2个嘴巴子。这就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奶奶是论时计工资的。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的时候，把钟拨慢10好几分钟。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一位太太也闹过矛盾。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
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举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说：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会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他人靠得住，脾气可倔。他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他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他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那孩子，破口大骂。我说：孩子不是故意，碗砸了我赔你2只。我又叫孩子向他道歉，他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我说：干嘛生这么大气？他说：孩子们竟跟他道，孩子虽不是故意，林奶奶的话却是真的。也许因为他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花婆子。我猜想他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目，有一副可怜相，可是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的。他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不肯再直，不到60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他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他系一条红裤带，6、7寸高的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1个、2个或3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同，颜色个别。衣袋深处装着他的家当，布票、粮票、邮票，1角2角或1元2元或5元10元的钱。他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他些什么，他得在他的袋口别上1、2支大别针或3支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我曾问起他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只好不求甚解。比如他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俩吧就合有1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1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俩是他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1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义。她有1子1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她嫂子的，4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1双棉鞋。林奶奶得意洋洋地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
一再强调鞋是按照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他曾哄我让他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他，领下礼物，等他走了就让莫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元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真是按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时的棉鞋厚3-5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重些，工钱却多，而且她白天黑夜的干，身上穿的是破烂，吃的像猪食。她婆婆已经去世，儿女都已成家，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1-2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生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塌眼地笑着，用中间3个指头点着胸口说：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你，至少折了价还。不过我问他，你想吃瓦片吗？他不答理，只说您不懂。他自有他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他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他，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2间房说：他住那边。他只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他为街坊。他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柴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他和街坊为那堆木柴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他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他和我讲，我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他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他说，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撂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2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孝子，孝子都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他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他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2人住太挤。他屋里堆着许许多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有事走了，我怀疑他不过是图方便。难道他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作伴？第35集，林奶奶指望安顿亲友的另2间房里，住的是与她为仇的街坊。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我家。我说，这天气，皮背心正是穿的时候，藏起来干嘛？她说，怕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皮背心呀？
他气呼呼地含忍了一会儿，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他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他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子，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款的账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他认为最妥善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访，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20块钱，怀疑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囔，给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地打了她2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付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做客。她挨了那2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他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儿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他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他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他。他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他不至于落在儿子儿媳妇手里。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他有100-200元银行存单，他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着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他策划了半天，他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他讲明要另开一门，他儿子却不肯为他另开一门。他这回不是去捞回那100-200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他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他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他别再白怄气，他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他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他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觉得背越来越驼，干活也没多少气力了。
幸亏街道上照顾他的不止一家，他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他也许怕女儿以为他的钱都花在了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以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的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了。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90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了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到医院，儿子德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儿。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14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或2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和儿子领取了妈妈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坚持办丧事得办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20桌。散席以后，他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盘着2条3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尖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奶奶的丧事如此地盘2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84年。第36集，继钱钟书与从1980年围城在国内重映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直担心他冲撞人。胡乔木同志偶曾建议我写一篇钱钟书与围城，我却也手痒，但以我的身份，容易写成钟书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不过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记实。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这篇文章原是朱正同志所编《骆驼丛书》中的一册，也许能供围城的偏爱者参考之用。1985年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儿，还有书外的事儿。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
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500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识通人熟识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看小说何须注释呢？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多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反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大非易事。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大的距离，而且是怎样的错乱。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续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却是一部虚构写实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其实全是理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钟书是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2年英语，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清华学院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儿，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90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了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了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1939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
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到昆明，而到湖南去了。1940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1941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在秋季开学以后到上海相访，约他再回联大，钱钟书没有应聘。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查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乍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积居沦陷区的怅然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第37集，即钱钟书与和我1932年春在清华出使，1933年订婚，1935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1937年秋同到法国，1938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1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审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2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了花猫，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了，所以做灶下壁也心甘情愿。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他就像元旭所说，2年里忧事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35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风未出，诗情绕树却难安。正是写这种坚固不及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2家同住但分催。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侄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让读者明白围城只是小说，是创作，而不是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
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有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方鸿渐取材于2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2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儿，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二为一。许多读者认为方鸿渐就是作者本人。法国19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小。我们乘法国邮轮阿多士2号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得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2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团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游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到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小姐也是东临西找凑成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个。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银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1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美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5、6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20多岁的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新梅，当然也不可能有赵新梅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新梅2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2人相识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钟书夸张了董协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但董协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楚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17、8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对我说，他们说他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
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中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服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知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个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周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钟书把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牛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极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第38集，继钱钟书与韦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顿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地把钟书托付给我。这很像方顿翁的作风。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顿翁的语气。可是如果说方顿翁有2-3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4-5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旧式家长。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琢磨，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顿翁和自己有相似。小福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深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新梅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视为聊以自慰的话。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拟他小姐的父母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我爱读方鸿渐一行5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5人我全认识，没一个和小说里的5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王美玉的卧室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儿告诉钟书。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记我。他和旅伴有雪窦山，有记游诗五谷4首，我很喜欢第2、第3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以几世。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质。蜿蜒若没谷，骤聚波涛异。乃知水与山，斯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亦亮美能备。故哉鲁中叟，知解别人志。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与世更怒。心酸亦有泪，筑胸感倾吐。略似此山然，外物改其度。香气莫无言，远意喜一物。微恨多由衷，藏焉未为故。终取莫浪沉，悠悠必行路。里只提到有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婷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见可捏造的事儿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亭。玉图寡妇也有些影子。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他，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大约这2件不相干的事儿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婷，就生出乃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汪楚后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瞥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4层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的。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他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他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他所想的自由也很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他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他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他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10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木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予她的。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啄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画，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儿。不过我相信，这一来可以说明《围城》绝非真人实。第39集，写《围城》的前认识作者，还得是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有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14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3，叔父行4，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4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的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一父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母妈。母妈一辈子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地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都称为吃母妈。他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的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他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母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的堂的兄弟共10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八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吃母妈的奶，有吃气。我们无锡人所谓吃，包括很多意思，疯、傻、憨、稚气、癌气、淘气等等。他父母有时说他吃颠不拉，吃乌做法，着不了，就是着3不着2的意思。他却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吃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想来那时候的吃气只是稚气、癌气，还不会陶。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以为他取名养先，字哲良。可是周岁有了钟书这个学名，养先就成为小名，
叫做阿仙。但仙儿、仙哥好像王儿王兄，仙字又改为宣字，他父亲仍叫他阿仙。他父亲把中书写的家信一张张贴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贴上题签仙儿家书1、仙儿家书2、仙儿家书3。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父去世后，他父亲因中书爱胡说八道，为他改字莫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中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折梁，又折又凉。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折梁。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我觉得他确实又折又凉。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折不凉。假如淘气也可算作不良的话，莫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不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7、8只运货的大船。中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种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他的士气。因为中书的祖父虽然有2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猪不到1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中书也是不得宠的，一年都用虚岁，因为中书只记得虚岁，而中书是阳历11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1岁或2岁。中书4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中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中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中书6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7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钟涵同在亲戚家的私塾复学，他念毛诗，钟涵念尔雅。但复学不便，1年后他和钟涵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对中书的父亲和叔父说，你们2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其实中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中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本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中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2个弟弟都由他教。中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告诉中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绵绵思远道。钟书和钟涵跟着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尽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物，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花1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
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伯父又花2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呆子读成起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堂、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滋滋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地向2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凌一锤子把对方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堂，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800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13000斤的金箍棒？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重多少，粒粒如数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种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钟涵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叫，伯父和钟书却是老鼠哥哥同年伴。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叫钟书上下左右打那团棉花，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伯父爱喝2口酒，他手里没什么钱，只能买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的下酒，哄钟书那是龙肝凤髓。钟书觉得其味无穷，至今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羊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钟书和我讲起旧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第40集，写围城的钱钟小时候最乐的事儿是跟着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当时堂子已出嫁，他们往往一住1、2个月。伯母家有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他常和我讲田野的景色。一次大雷雨后，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据说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后来伯父也抽上了。钟书往往半夜醒来，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当时快乐得很，回无锡的时候吃足玩够，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可是一回家他就担忧，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少不了挨打。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书，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因为钟书不但荒了功课，还养成不少坏习气，如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等。1919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亲友介绍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2家并不相识，
我记得母亲说，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她，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也没有搬出。他们5年后才搬入了7尺厂他们自建的新屋。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2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叔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罩墙，罩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神母，因为叔父神母住在最外一进房子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他父母亲4奉祖父住最后一进。我女儿取笑说，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女孩子，准抠些鼻牛来。钟叔因此记起旧事说，有个女裁缝常常带着个女儿到他家去做活，女儿名宝宝，长得不错，比他大2、3岁。他和钟涵一次抓住宝宝，把他按在大厅隔扇上，钟涵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角刀作势刺他，宝宝大哭大叫，有大人救援得免。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宝宝处4个字。钟涵手巧，能刻字，但那4字未经简化，刻来煞是费事儿。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爱的典型表现。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主提出赔偿损失，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4个不成形的字儿。另一项是钟叔一人干的坏事儿，他在后园挖人参，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了，那棵树就半枯。钟叔11岁，和钟涵同考取东陵小学1年级，那是4年制的高等小学。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钟叔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伯已不省人事，这是他生平第1次遭受的伤。伯父去世后，伯母除掉长房应有的月钱以外，其他费用都全由钟叔父亲负担了。伯母娘家败得很快，兄弟先后去世，家里的大货船逐渐卖光，钟叔的学费、书费当然由他父亲承担。可是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钟叔没钱买，就没有书。在家他小时候贪看书摊上伯父为他租的小字书，看坏了眼睛，坐在教室后排，看不见老师黑板上写的字儿，所以课堂上老师讲什么，他茫然无知。练习簿买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亲手用毛编制、纸捻子为他订成的本子，老师看了直皱眉。练习英文书法用钢笔，他在开学的时候有一支笔杆，一个钢笔尖，可是不久笔尖决断了头，同学都有许多笔尖，他只有一个，断了头就没法写了。他居然急中生智，把毛竹块削尖了头，蘸着墨水写，当然写得一塌糊涂，老师简直不愿意收他的练。钟叔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他说从来没想到过，有时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他也不说。伯母抽大烟，早上起得晚，钟叔由伯母的陪嫁大丫头热些馊掉的粥吃了上学。他同学他弟弟都穿洋袜，他还穿布袜，自己觉得脚背上有一条拼缝很刺眼，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见。雨天，同学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钉鞋，
而且是薄薄的钉鞋，太大，就在鞋头塞些纸团。一次雨天上学，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蹦跳，觉得好玩，就脱了鞋抓来放在鞋里，抱着鞋光脚上学。到了教室里，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台板桌下。上课的时候，小青蛙从鞋里出来，满地蹦跳，同学都忙着看青蛙，窃窃笑乐。老师问出因由，知道青蛙是钟书鞋里出来的，就叫他出来罚立。有一次，他上课玩弹弓，用小泥丸弹人，中弹的学生嚷出来，老师又叫他罚立。可是他混混沌沌，并不觉得羞愧。他和我讲起旧事，常说那时候幸亏糊涂，也不觉得什么苦。跟我讲，小时候大人哄他说，伯母抱来一个南瓜成了精，就是他。他真有点怕自己就是南瓜精。那时候他伯父已经去世，南瓜精是舅母、姨妈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鸦片榻畔闲谈时逗他的，还正色嘱咐他切莫告诉他母亲。钟书也怀疑是哄他，可是真有点担心。他自说混沌，恐怕是事实，这也是家人所谓吃气的表现。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鞋。后来他和钟涵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穿了皮鞋，他仍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文喊口号，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可是嘴里能用英文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此只当了2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也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调转，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吃的又一。小时候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的，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小孩自言自语其实是出生的想象。我问他是否编造故事自娱，他却记不得了。这大概也算是吃。第41集，写围城的钱钟上了4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涵成绩斐然，名列前茅，而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生怕坟上风水连累了赐给长房的钟书。原来他家祖坟下手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而上手的细小痿弱。上手的树当然就代表了长房了。伯父一次私下花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手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这叫上手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书才7、8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儿，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14岁和钟涵同考上苏州桃屋中学，是一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
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花钱。他就和钟涵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肆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涵各做一篇文章。钟涵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到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做古文，欠些骈俪，倒也受到了父亲的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1927年陶屋中学停办，他和钟涵同考入了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做文章。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负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带父亲为乡下某大户做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后，钟书的母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啊大呀，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母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8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8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暴力。20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了。他父亲收藏的仙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着。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路军收集去了。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1986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做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正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1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1的。一次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
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许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画给我看。1年前，许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不住大笑。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2层纸包裹，外面一张白纸，里面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服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8、9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300首里的诗中之画。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陶器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吃气的。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奋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吃美食，时长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扮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的拿不动的大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到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他提出论文题之前需学习古文书学，要能辨认英国11世纪以来的各式古文字。他毫无兴趣，考试前只好硬记，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修养脑筋。修养的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呢。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过，见14页。钟书1979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文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小，想不到调查得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 Donald Stewart 打听来的。胡志德1982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第42集，写围城的钱钟书的痴气，书本里都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尽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副肖像，上面再添上眼睛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当时女儿还是娃娃呢。大热天，女儿熟睡，他就在她肚子上画一张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
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元身上。这一串孩子挨尖儿都相差2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做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来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前在他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本机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他。阿元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元，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他。阿元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他，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元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元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的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支，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锋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的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成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的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钱家人常说钟书吃人有吃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吃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妇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和我父亲在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
淮剧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痴气喝成了真人实事儿。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1957年春，大鸣大放政治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赋恶道中》5首绝句，现在引录3首。陈书明写细评论，诗律商言感世恩，碧海彻经闲词首，支教书凿别清魂。一骑转逐事多端，饮水插枝等暖寒。如魔望星应退尽，夜来无梦过寒。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闷雷。拖叶犹飞风不定，鸣鸠忽惊雨将手，寄予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画杜甫名句，或看翡翠蓝条上，未彻鲸鱼碧海中，以及元好问的名句，谁是诗中书凿手，暂教精卫各清魂。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精，而且不兴词念了。围城重映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一句话，也许可做围城重映前记的坚持。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儿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趁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第43集，纪念温德先生 Robert Winter， 享年100岁，无疾而终。50多年前，我肄业清华研究院外文系，曾选修温德先生的法国文学课，他的专业是罗曼语系文学。钟书在清华本科也上过他2年课。1949年，我们夫妇应清华外文系之邀，同回清华。我们拜访了温德先生，他家里陈设高雅，院子里种满了花，屋里养了5、6只暹罗猫。许多青年学生到他家去听音乐、吃茶点，看来他生活的富有情趣。当时温先生的老友张奚若先生、吴晗同志等还在清华院内，周培源、金岳霖先生等都是学校负责人。据他们说，温先生背着点进步包袱，时有情绪。我们夫妇是他的老学生，
他和钟书两人又一同负责研究生指导工作，我们该多去关心他，了解他。我们并不推辞。不久，钟书调往城里工作，温先生就由我常去。先生的情绪只是由孤寂而引起的多心，一经解释就没有了。他最大的情绪是不服某些俄裔教员所得的特殊待遇，说他们毫无学问，倒算专家，月薪比自己所得高出几倍。我说，你凭什么和他们比呢？你只可以跟我们比呀。这话他倒也心服，因为他算不得外国专家，他只相当于一个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据他告诉我，他有个大姐91岁了，他是最小的弟弟。最近大姐来信说他飘零异国，终非了局，家里还有些产业，劝他及早回国。我问，你回去吗？温先生说，我是美国黑名单上的人，怎能回去？况且我厌恶美国，我不愿回去。我的护照已过期多年，我早已不是美国人了。我听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跟着进步师生游行反美。抗美援朝期间，他也曾公开控诉美国。他和燕京大学的美籍教师都合不来，他和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都绝无来往。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丧失了美国国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个中国人。据温先生自己说，他是吴弼先生招请到东南大学去的。后来他跟吴弼先生一同到了清华，他们俩交情最老。他和张奚若先生交情也很深。我记得他向我谈起闻一多先生殉难后，他为张奚若先生的安全担忧，每天坐在离张家不远的短墙上遥遥守望。他自嘲说，好像我能保护他。国民党在北京搜捕进步学生的时候，他倒真的保护过个别学生。北京解放前，吴晗、袁振夫妇是他用小汽车护送出北京。先生也许是最早在我国向学生和同事们推荐和讲述英共理论家考德威尔名著《幻想和现实》的人。有一个同事在学生时代曾和我同班上温德先生的课，他这时候一片热心地劝温德先生用马列主义来解释文学。不幸他的观点过于偏狭，简直否定了绝大部分的文学经典。温德先生很生气，对我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到来教老奶奶作为同事，确是过左些。可是温德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前辈自居，也许是所谓背了进步。三校合并，温德先生迁居朗润园一隅，在荷塘旁边。吴晗同志花300元买了肥沃的泥土，把温德先生屋外的院子垫高了1后层。温德先生得意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种泥土，老农放在嘴里一嚼，就知道是好土，甜的。好像他亲自尝过。他和种花种菜的农民谈得十分投合。他移植了旧居的花圃，迁入新屋。他和修屋的工人也交上朋友，工人们出于友情，顺着他的意思为他修了一个天窗。温德先生夏天到颐和园游泳，大概卖弄本领，如仰卧水面看书，吸引了共泳的解放军。他常自诩，我教解放军游泳，说他们浑朴可亲。温德先生有1-2位外国朋友在城里，常进城看望。他告诉我们，他结识了一位英国朋友，人极好。他曾多次说起他的英国朋友。那时候
我们夫妇已调到文学研究所，不和温德先生同事了。1955年肃反运动，传闻温德先生有问题，我们夫妇也受到竟与温德为友的指摘，我们不得不和他划清界限，偶尔相逢也不再交谈，我们只向他点个头，还没做到站稳立场，连招呼也不打。后来知道他已没有问题，但界限既已划清，我们也不再逾越了。转眼10年过去，1966年晚春，我在王府井大街买东西，正过街，忽在马路正中碰到拄杖从对面行来的温德先生。他见了我，喜出望外，回身陪我过街，关切地询问种种琐事。我们夫妇的近况他好像都知道，他接着讲他怎样在公共汽车上猛摔一跤，膝盖骨粉碎，从此只能在平地上行走，上不得楼梯了。当时我和一个高大的洋人在大街上说外国语，自觉惹眼，他却满不理会，有说有笑，旁若无人。我和他告别，他还依依不舍，仔细问了我的新住址，记在小本子上。我把他送过街，急忙转身走开。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温德先生不会不波及，不过我们不知道他遭遇的详情。11届三中全会后，忽报载政府招待会上有温德教授，我们不禁为他吐了一口气，为他欣喜，也为他放心。温德先生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人民。他的友好里很多是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他爱的当然是新中国。可是几十年来，他只和我们这群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共甘苦，同命运。这回他终于得到了我们国家的人。我偶逢戴乃迪女士，听说她常去看望温德，恍然想到温德先生所说的英国好友，量必是他。我就和他同去看温德先生。自从王府井大街上偶然相逢，又20年不见了。温德先生见了戴乃迪女士，大为高兴，对我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猜的显然不错。至于我，他对我看了又看，却怎么也记不起1987年1月。第44集，大王19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12、13岁到15、16岁的女孩子创出一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1条或2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12、13到15、16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1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朝会的时候，老师曾2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那年秋天，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了。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她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来看哦，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我悄悄拉拉姐姐说：“他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理会，快走。”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庙小学，就称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
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4、5直行。初级小学4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80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2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3年级，在这里就插入了最高班。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1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式的头，学生背后称他为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各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2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儿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的。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儿玩关打捉贼，北京称为关打寻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腿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干什么。我急地说：“我是贼呀！”哎，快别想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只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他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抓出来，就得挨打了。”我告诉他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抓住。”他们说：“女孩子家不兴的逃快快的，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儿。”我委屈地问：“那女孩子该怎么？”一个说：“步步太阳。”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步步太阳是古文傅轩的典故，即冬天受日光曝晒取东吴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可是他们说为的是要炖死他。我不懂什么叫做炖，经他们七嘴八舌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炖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遁就是易经遁卦里的遁，遭难当灾的意思。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映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他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就故意用脚去踢。他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去，也无法争辩。那时我虚岁9岁，我有1、2个10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坐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15岁，她是女生的头。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
有个女孩子送他2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他也来不及吃。我和他的课桌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他用怪脏的手绢儿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他捏着一把汗，直看他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他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课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喇。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每天上课之前，全体男女学生排队到大院西侧的菜园里去做早操。一个最大的男生站在前面喊口令，喊的不知什么话，弯着舌头，每个字都带个儿。后来我由7儿8儿悟出他喊的是1 2 3 4 5 6 7 8，弯舌头又带个儿，算是官话或国语的。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9岁10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痴痴地笑，停手不做。我傻里傻气照做，他们都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1988年8第45集，大概不能算是爱猫的，因为我只爱个别的1只2只，而且只因为它不像一般的猫，而似乎超出了猫类。我从前苏州的家里养许多猫，我喜欢一只名叫大白的，它大概是波斯种，个儿比一般的猫大，浑身白毛，圆脸，一对蓝眼睛，非常妩媚灵秀，性情又很温和。我常胡想，童话里美女变的猫，或者能变美女的猫，大概就像大白。大白如在户外玩够了，想进屋来，就跳上我父亲书桌横侧的窗台，一只爪子软软地扶着玻璃，轻轻叫唤一声，看见父亲抬头看见他了，就跳下地，跑到门外蹲着，静静等候。饭桌上尽管摆着他爱吃的鱼肉，他绝不擅自取食，只是忙忙地跳上桌子，又跳下地，仰头等着。跳上桌子是说我也要吃，跳下地是说我在这儿等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智力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狼猫，才满月，刚断奶。他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背上3个黑圆，1条黑尾巴，4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2个黑半圆，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的遮去半个脸。不过他连耳朵也是黑的。他是圆脸，灰蓝眼珠，眼神之美不输大白。他忽被人抱出城来，一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一整天，所以他和我最亲。我们的老李妈爱猫，她说带气儿的我都爱。小猫来了，我只会抱着，喂小猫的是老李妈，花花也是她取的名字。那天傍晚，她对我说，我已经给她把了一泡屎，我再把它一泡你，教会了它，以后就不脏屋子了。我不知道李妈是怎么把怎么教的，花花从来没有弄脏过屋子，一次也没有。我们让花花睡在客厅沙发上一个白布垫子上，
那个垫子就算是他的领域了。一次，我把垫子双折着忘了打开，花花就把自己的身体约束成一长条，趴在上面，一点也不越出垫子的范围。一次，他聚精会神地蹲在一叠箱子旁边，忽然伸出爪子一捞，就逮了一只耗子。那时候他还很小呢，李妈得意说：“这猫儿就是早就懂得不准上饭桌，只伏在我的座后等候。”李妈常说：“这猫儿可仁义。”花花早上见了李妈就要她抱，她把一只前脚勾着李妈的脖子，像小孩那样直着身子坐在李妈臂上。李妈笑说：“瞧她，这猫感情是小孩子变的，我就没见过这种样。”花花早上第一次见我，总把冷鼻子在我脸上碰碰。清华的温德先生最爱猫，家里总养着好几只。他曾对我说：“猫儿有时候会闻闻你，可它不是闻你，只是要闻闻你吃了什么东西。”我拿定花花不是要闻我吃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什么都没吃呢。即使我刚吃了鱼，它也并不再闻我。花花只是对我行个早安礼。我们有一罐结成团的陈奶粉，那是花花的零食。一次莫存要花花也闻闻它，就拿些奶粉做贿赂。花花很懂事，也很无耻。我们夫妇分站在书桌的两头，猫儿站在书桌当中。他对着我们俩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要往我这边走，一转念决然走到拿奶粉罐的莫存那边去，闻了一下他的脸。我们都大笑说：“花花真无耻，有奶便是娘。”可是这充分说明温德先生说的话并不。我们早起不见花花，李妈指指茶几底下说：“给我拍了一下，躲在那儿委屈呢。”我忙着要扫地，她直绕着我要我抱，照得我眼睛都花了。我拍了她一下，瞧她赌气了。花花缩在茶几底下，一只前爪遮着脑门，满脸气苦，我们叫她也不出来。还是李妈把她抱了出来，抚慰了一下，她又照常抱着李妈的脖子挨在她怀里。我们还没看见过猫儿会委屈，那副气苦的神情不是我们违心想象的。她第一次上了树不会下来，莫存设法救了她下来。她把爪子软软的在莫存臂上搭两下，表示感谢。这也不是我们主观违心的想。清早常从户外到我们卧室窗前来窥望，我睡在离窗最近的一边，他也和大白一样，前爪软软的扶着玻璃，只是一声不响，目不转睛地守着。假如我不回头，他绝不叫唤，要等看见我已经看见他了，才叫唤两声，然后也像大白那样跑到门口去蹲着，仰头等待。我开了门，他就进来，跳上桌子闻闻我，也不要求我抱。他偶然也闻闻莫存和圆圆，不过不是渐渐不服管教，晚上要跟进卧房。我们把他按在沙发上，可是一松手，他就窜进卧房，捉出来又窜进去，两只眼睛只顾看着我们，表情是恳求。我们三个都心软了，就让他进屋，看他进来了怎么样。我们的卧房是一长间，南北各有大窗，中间放个大衣橱，把屋子隔成前后两间，圆圆睡后间。大衣橱的左侧上方是个小厨，花花白天常进卧房，大约看中了那个小厨，他仰头对着小厨叫。我开了小厨的门，他一窜就窜进去，蜷伏在那不肯出来。我们都笑他找到了好一个安适的窝。
就开着小厨的门让他睡在里面。可是他又不安分，一会儿又跳到床上要钻被窝。他好像知道莫存最依顺他，就往他被窝里钻。可是一会儿又嫌闷，又要出门去。我们给他折腾了一顿，只好狠狠心把他赶走。经过2、3次严厉的管教，他也就听。我们吃荷花雀，他吃了些爪子脖子之类，快活得发疯似的从椅子上跳到桌上，又跳回地上，欢腾跳跃，逗得我们大笑不止。他爱吃的东西很特别，如老玉米、水果糖、花生米，好像别的猫不爱吃。由春天到了冬天，有时大雪，我怕狸妈滑倒，他已经年60了，就自己买菜。我买菜总为狸妈买1包香烟，1包花生米。下午没事儿，狸妈坐在自己床上，抱着花花喂她吃花生。花花站在他怀里，前脚搭在他肩上，那副模样煞是。周岁的时候，狸妈病了，病得很重，只好回家。他回家后，花花早晚在他的卧房门外绕着叫，叫了好几天才罢。换了一个郭妈，又凶又狠，把花花当冤家看待。一天，我坐在书桌前工作，花花跳在我的座后，用爪子在我背上一拍，等我回头，他就跳下地，一爪招手似的招，走几步又回头叫我，我就跟他走。他把我直招到厨房里，然后用后脚站起，伸前爪去抓菜橱下层的橱门，里面有猫鱼。原来花花是问我要饭吃。我一看他的饭碗肮脏不堪，半碗剩饭都干硬了。我用热水把硬饭泡洗一下，加上猫鱼拌好，花花就乖乖地吃饭。可是我一离开，他就不吃了，追出来把我叫回厨房。我守着，他就吃，走开就不吃。后来我把他的饭碗搬到吃饭间里，他就安安顿顿地吃饭。我心想，这猫儿又作怪，他得在饭厅里吃饭呢。不久我发现郭妈作弄他，她双脚夹住花花的脑袋，不让他凑近饭碗，嘴里却说，吃啊吃啊，怎不吃呀？我过去看看，郭妈忙一松腿，花花就跑了。我才懂得花花为什么不肯在厨房吃饭。到我家1、2年后，莫存调往城里工作，圆圆也在城里上学，寄宿在校，他们都要周末才回家，平时只我一人吃饭。每年初夏我总住下，饭菜不过是西红柿汤、凉拌紫菜头之类的。花花又作怪，他的饭碗在我坐后，他不肯在我背后吃。我把他的饭碗挪在饭桌旁边，他才肯吃，吃几口就仰头看着我，等我给他递上半匙的西红柿汤，他才继续吃。我假装不看见也罢，如果他看见我看见他了，就非给他滴几滴清汤。我觉得这猫儿太违心了，难道他也爱喝？7岁左右还不闹猫，不过外面猫儿叫闹的时候，总爱出去看热闹。他一般总找最依顺他的莫存，要他开门，把2只前爪抱着他的手腕子轻轻咬一口，然后叼着他的衣服往门口跑。前脚扒门，抬头看着门上的把手，2只眼睛里全是渴求。他这一出去就彻夜不归，好月亮的时候也通宵在外玩呢。2岁以后，他开始闹猫了。我们都看见他争锋打架的英雄气概，花花成了我们那一区的霸。有一次我午后上课，半路上看见他嗷嗷怪叫着过去，他忽然看见了我，立即回复平时的娇声细气，喵喵地向我走来。我怕他跟着我上课堂，只赶他走，可是他紧跟不离，
直跟到杨辉大道边上才止步不前，站定了看我走。那条大道是他活动区的边界，他不越出自定的范围。三反运动期间，我每晚开会到半夜3更，花花总在他的活动范围内迎候，伴随我回家。花花善解人意，我为他的聪明惊喜，常胡说。这猫简直有几分人气，当然微弱的似有若无，好比人为万物之灵，人的那点灵光也微弱的只够我们惶惑的照见自己多么愚昧。人的智慧自有打不破的局限，好比猫儿的聪明有它打不破的局限，毕竟是一只猫。三反运动后，院系调整，我们并入北大，迁居中关园。花花依恋旧屋，由我们抓住装入布袋，搬入新居，拴了3天才渐渐习惯些。可是我偶一开门，他一道光似的向临近树木茂密的果园窜去，跑得无影无踪，一去不返。我们费尽心力也找不到他。我们伤心的从此不再养猫。莫存说，有句老话，狗认人，猫认屋。看来花花没有超出我们的荣安世修木杂咏，还有一首提到他。因书人事本萧条，广论核心续笑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一而88年9。第46集。季阳是我的小妹妹，小我11岁，她行8。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碧命名碧，因为碧是8的古音，家里就称阿碧。他小时候和我年龄差距很大，他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碧抢先做了古人。他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1922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了苏州，他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他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他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的2脚众生。在无锡话里，众生是指牲口的意思，就是说看管不住了。他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巴狗，所以猫儿下崽总在楼上。一次，妈妈忽见阿碧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他怎么了。他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他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他也说不清楚。他那时才2岁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他是个乖孩子，只2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2是不肯睡觉。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他便觉不妙，先还是慢悠悠的轻声说好好好。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他2脚急促的逃跑，一叠声连喊逃，总被妈妈一把抓住，他哭着洗了脸。我在家时专管阿碧睡午觉，他表示要好，尽力做个乖孩子。他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乖地闭上眼，一动也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摇他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为他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他睁开眼，笑嘻嘻的点戏说
在唱《喜蛋楼》。原来他直在品评，选中了他最喜爱的那首丁尼生的摇篮曲。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就是说快睡。阿碧觉得我太凶了，乖乖的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他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知大家细问阿碧某人对他怎么凶。例如，三姐姐怎么凶？这是田字啊。三姐教他识字呢。那酱姐怎么凶？快点困。阿碧能逼真的模仿我们的声音语调。二伯伯怎么凶？咋的了一记？就是说劈丫的打一下。他形容二姑母暴躁的打他一下，也非常传神。二姑母很疼他，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的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碧的不肯睡觉，二姑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梦中又死去世。二姑母早没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碧，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童。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幼龙是我1917年去世的，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碧平时剪童话头，演戏化妆，头发往后捋，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看，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痛的眼泪滴滴答。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14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呢。我妈妈为此伤心地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碧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儿。或许为这缘由，我们对阿碧必加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痛意，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二是身体娇。身体娇只为妈妈怀他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碧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碧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她。七妹妹长阿碧6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碧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手喂、亲自带大的小女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奸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碧一点也不嫉妒，分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他们俩真要好啊，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碧简直千依百依。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
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碧，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碧说：“哦，哭了，哭了。”阿碧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不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碧：“勿要教。”但阿七引阿碧却从不挨骂。阿七喜欢画，这点也像我们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碧的肖像。阿碧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碧，常说：“我哩阿碧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过鼻子以小圆为美。阿碧常吸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他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起眉毛。”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起眼梢。又画一个小圆圈，小圆其鼻头。又画一张吸开的小宽嘴，薄阔其嘴，然后勾上童话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阿碧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阿七以后每画搭起眉毛，豁起眼梢，未到鸭蛋起脸，阿碧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他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碧气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起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起脸。”他指带半康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儿一起笑了。这是阿碧的大胜利，他杀去娇气，有了幽默。第47集，季阳以引阿碧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4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碧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支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妹，洗脸不洗残盆水，带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18个罗汉守教门，这个经才说成。阿碧不教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暧昧最讨厌，接下就说阿碧就像暧昧，或阿碧就是暧昧。阿碧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碧，因为他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地，有个特殊的本领，他善模仿。我家的哈巴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动的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欣。阿碧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巧，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
他尤其喜欢学和他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莱与哈代》里胖子劳莱。他那么个瘦小女孩学大胖子，正如他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他能模仿方言、声调、腔吻和神情。他讲一件事儿，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模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碧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他搬到苏州以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2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碧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候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才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他。我高中将毕业，阿碧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碧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2弯雪白的膀子略在背外，手腕上还戴着2只金镯子。原来他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碧大高兴。他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他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骂是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2个妹妹因5天不相见，不知要怎样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儿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是走读，不像我要爹。你吃冷饭吗？阿碧问。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莫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学晚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酱姐，我们会摘豌豆苗。酱姐，蚕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他们知道我最怕软虫。我妈妈租下贴邻的一亩荒园，带着女佣开垦为菜园。2个妹妹带我到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地等我说声好。他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入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大人干的事儿，他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那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2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碧最小的，打头是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他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院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碧陪我。他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他们一老早便来叫我，酱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他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会更好吃。我们3人冻红了鼻子，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
就教会阿七、阿碧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碧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碧才14、38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碧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姐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在敌方炮火线上，4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姐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碧跟随2位姑母逃生。阿碧却怎么也不肯离开。阿碧在妈妈身边足足15年，从没有分离过。以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姐和阿碧空身逃到了上海。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拓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碧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5个姊妹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碧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阿碧有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碧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2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莫存常笑她 distributing herself， 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阿碧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叫 Mother Thornton， 我女儿译为方邓妈妈。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邓知道杨碧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他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碧毕业后的1年，也就是胜利后的1年，方邓要回北京开会，他告诉杨碧可以带他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碧不错失时机，随方邓到了北京。方邓开完会自回上海，阿碧留在清华当了1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了。阿碧在震旦上学时，恰逢莫存在那里教课，教过他。他另一位老师是陈林瑞先生。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前行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想找个中译英的助手。莫存提起阿碧，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碧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2、3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碧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第48集，继杨后，方邓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期，阿碧方知方邓是特务，阿碧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要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碧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碧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
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邓贪污了他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碧不能辩驳别人的谎言，可是他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他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开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他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邓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碧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维护一个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碧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阿碧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碧交代不出方邓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的挂着。他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一本小说。阿碧正像他2岁半囫囵的跌下时一样若无其事。曾请杨碧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他翻译，阿碧就写信请教莫存指导他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莫存尽老师之责，为他找了玛利亚·艾杰沃斯的一本小说，建议他译为剥削世家。阿碧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碧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碧又求教老师，莫存想到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他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碧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定下合同。杨碧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他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系调整，他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他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有些比他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奖。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定下，怎么办？阿碧认为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他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而犯愁。阿碧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友比以前更广了。他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他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他交往很熟。例如高君山先生就是由杨碧而转和我们相熟的。徐彦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碧交往的。有一位乡土味浓厚而质朴可爱的贾直芳曾警告杨碧，他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尸。阿碧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述说并模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他结交，也许我对他们只会远远的欣赏，阿碧和他们却是密友。阿碧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很帅的上海小姐。1954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他笑说，杨碧 smart as ever。 莫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碧最 win， 可是阿碧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他小时候自称皮蛋起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碧
是个真大小姐。阿碧心虚又淘气地吸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碧。莫村因此称她为西宝西碧尔，古代女预言家。阿碧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尔，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不在乎。阿碧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情，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碧没有 it 就是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明知的什么东西。阿碧乐呵呵的背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他以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给他最高的稿酬。他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他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他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两个姐姐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他打补针。他自己也努力锻炼，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他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碧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他细水长流，不过阿碧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他绝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他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他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他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碧，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指阿碧。不过，他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他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深知阿碧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训得他柔顺不容易，而且他却有几分西碧尔气味，太小事，欠盲目。所以他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几次有人为他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碧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碧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碧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智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长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揖。她用新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她说一篇也没留，
全扔了。大革命初期，他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他交代他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儿，他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他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这使我想起他小时候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的逃跑，总被妈妈抓住。这回他没给抓住，干净利索的跑了。为此，他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碧开了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碧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碧还是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90年6月，第49集，孟婆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车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子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置。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步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的时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停地运转，行动不便，没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四周秩序井然，不敢再乱跑找人了。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去，只见灰蒙蒙一片昏黑，后面云雾里隐隐的半轮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腾腾一团红。职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了传送带两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斗，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去呀？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议论纷纷。哦，上孟婆店喝茶去。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嗨，喝他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呀！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反正我不喝。反正啊，也由不得你。管事员大概听惯了这类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地介绍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绝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茶可以上楼。楼上有各种茶，牛奶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有。还备有各色茶食，可以随意取用。哪位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什么要求、什么建议，上楼去，可分别向各负责部门提出，一一登记。那儿有电视室，指头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这话激起了轰然笑声。平生不做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这是豪言壮语。得有观众欣赏呀，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呀。这是个冷冷的声音。扩音器里继续在讲解。茶楼不是娱乐场，看电视是请喝茶的意思，因为不等看完就可不及待，急着要喝茶了。我悄悄问近旁那个穿制服的，为什么？他微微一笑说，你自己瞧，我喝清茶不上楼。他诧怪说，谁都上楼，看看热闹也好啊。看完了可以再下楼喝茶吗？不用，楼上现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用再下楼了，只上不下。我忙问，上楼往哪去？不上楼又哪去？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只随着这条带子转，不知道哪去。你不上楼得早做准备，楼下只停一会儿，错过就上楼了。准备什么？得轻装，不准夹带私。然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行李吗？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头里、心里、肚里都不准夹带私货。上楼去的呢，提意见啊，提问题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撂不开的也都撂下了。你是想不上楼去啊？我笑说，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吗？他说，这儿的茶只管忘记，不管化，上楼的不用检查，楼下喝完茶就离站了，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他话犹未了，传送带已开进孟婆店，楼下阴沉沉冷清清，楼上却灯火明亮，热闹非常。那条传送带好像就要往上开去，我赶忙跨出栏杆往下就跳，只觉头重脚轻，一跳头落在枕上，睁眼一看，原来安然躺在床上，耳朵里还能听到
夹带着私货，过不了。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83年10月。第50集，隐身夫妇有时候说废话玩。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我们都要隐身衣，各辟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基数，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可是玩得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哎呀，还得有缩地法，还要护身法。想得越周到，要求也越多，干脆连隐身衣也。如果不想干人世间所不容许的事儿，无需仙家法宝，凡间也有隐身衣。只是世人非但不以为宝，还唯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的。我国笔记小说里讲一人梦魂回家，想到了思念的家人，家里人却看不见他，他开口说话也没人听见。家人团坐吃饭，他欣然也想入座，却没有他的位子。身居卑微的人也仿佛这个畏惧人生的幽灵，会有同样的感受。人家眼里没有你，当然视而不见，心上不理会你，就会瞠目无睹。你的自我觉得受到了轻忽或怠慢或侮辱，人家却未知有你。你虽然生存在人世间，却好像还畏惧人形，还未曾出生。这样活一辈子，不是虽生犹如未生吗？谁假如说披了这种隐身衣如何受用，如何逍遥自在，听的人只会觉得这是发扬了阿 Q 精神，或阐述酸葡萄论吧。且看咱们的常言俗语，要做个人上人呀，出类拔萃呀，出人头地呀，脱颖而出呀，出风头或拔尖冒尖呀，等等。可以想见，一般人都不甘心受轻苦，他们或异议而怨，或愤愤而怒，只求有朝一日挣脱身上这件隐身衣，显身。而人把社会比作蛇井，井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的挣扎斗争。钻不出头，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上的跳珠飞沫，迎日月之光而生辉。可说是大丈夫得争短促，浪尖上的一刹那，也可作为一生成就的标志，足以是窝囊废吗？你就甘心郁郁久居人？天生万物，有美有不美，有才有不才，万具枯骨才造得一员名将，小兵小卒岂能都成为有名的英雄？世上有坐轿的，有抬轿的，有坐席的主人和宾客，有端茶上菜的侍仆。席面上有人做守卫，有人陪末座。厨房里有掌勺的上灶，有烧火的灶下婢。天之生财也不齐，怎能一律志趣也各不相同？《儒林外史》26回里的王太太，津津乐道她在孙乡绅家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上坐在首位，一边一个丫头为她略开满脸黄豆大的珍珠脱挂，让她露出嘴来吃蜜饯茶。
而堂吉诃德11章里的桑丘却不爱做酒席，宁愿在自己的角落里不装斯文，不讲礼数，吃些面包葱头。有人祈求飞上高枝，有人宁愿夜尾途中。人各有志，不能相人是别有怀抱，旁人强不过他。譬如他宁愿夜尾途中，也只好由他。有人是有志不深，自己强不过命运，譬如庸庸碌碌之辈，偏要做人上人，这可怎么办呢？常言道，烦恼皆因强出头。猴子爬得越高，尾部又秃又红的丑相就愈加显露。自己不知道身上只穿着皇帝的新衣，却忙不迭地挣脱隐身衣，出乖露丑。好些略具才能的人，一辈子挣扎着求在人上，虚耗了毕生精力，一事无成，真是何苦来呢？我国古人说，鄙人也，与异人也。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话，这不过是勉人努力向上，勿自暴自弃。西班牙谚云，干什么事儿，成什么人。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颗白菜，就力求做一颗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菜蔬，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灯童谣有3月3荠菜开花赛牡丹的话，荠菜花怎赛得牡丹花呢？我曾见草丛里有一种细小的青花，常猜测那是否西方称为勿忘我的草花，因为它太渺小，人家不容易看见。不过我想，野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所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如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启目庄子所谓的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颈，但蛇颈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颈之旁，池藻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颈而藏身而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蕴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轻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致完成自己能做。在隐身衣的掩盖下，还会别有所得，不怕旁人争夺。苏东坡说，山间之明月，水上之清风，是造物者之无尽藏，可以随意享用。但造物所藏之外，还有世人所创的东西呢。世态人情比清风明月更饶有滋味儿，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乎情理之外，新奇的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笑意，更奇妙的娱乐。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这一派胡言纯是废话罢了。即要挣脱隐身衣的人，听了未必入耳；那些不知世间也有隐身衣的人，知道了也还是不会开眼的。平心而论，隐身衣不管是仙家的或凡间的，身上都有不便，
还不止小小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隐形人》里，写一个人是用科学方法得以隐形，可是隐形之后大吃苦头，例如天冷了不能穿衣服，穿了衣服只好躲在家里，出门只好光着身子，因为穿戴着衣服鞋帽手套而没有脸的人跑上街去，不是兴妖作怪吗？他得把必须外露的面部封闭得严严密密，上部用帽檐遮住，下部用围巾包裹，中部架上黑眼镜，鼻子和两颊包上纱布，贴满橡皮膏。要掩饰自己的无形，还需这样煞费苦难，这是死心眼儿的科学制造，比不上仙家的隐身衣。仙家的隐身衣随时可脱，而且能把凡人的衣服一并隐掉。不过隐身衣下的血肉之躯终究是凡胎俗骨，耐不得严寒酷暑，也经不起任何损伤。别说刀枪的袭击或水烫火灼，就连砖头木块的磕碰或笨重的踩上一脚都受不了。如果没有及时逃避的法术，就需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才保得凡间的隐身衣有同样不变，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要练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的功夫，谈何容易？如果没有这份功夫，偏偏有缘看到世间人情的真相，就难保不气破了肺，刺伤了心，哪还有闲情逸致把它当好戏看呢？况且不是演来娱乐观众的戏，不看也罢。假如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笔下的瘸腿魔鬼请我夜游，掀起一个个屋顶让我观看屋里的情景，我一定辞谢不去。获得人间智慧必须身经目击吗？身经目击必定获得智慧吗？人生几何，凭一己的经历沾沾自以为独具冷眼，阅尽人间，安知不招人暗笑？因为凡间的隐身衣不比仙家法宝，到处都有，披着这种隐身衣的人多得很呢。他们都是瞎了眼，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皇帝的新衣。1986年第51集，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元稹会真记里张生和莺莺的恋爱就是一例。不过张生虽然一见莺莺就颠倒饥不自持，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两人初次见面，莺莺在赌气，张生和他攀谈，他也没搭理。张生计时挑逗，他起初还拒绝，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黄甫眉三水小读写步飞烟和赵相的恋爱，就连这点曲折都没有。赵相在墙缝里窥见飞烟，立刻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他托人转达衷情，飞烟听了，但含笑凝涕而不答。原来他也曾窥见赵相，爱他才貌，所以已经心肯。据他后来说，他认为这是前生姻缘。戏剧居于题材，男女主角的恋爱不仅速成，竟是现成。王实甫《西厢记》里，张生和莺莺偶在僧寺相逢，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仿佛撞着500年风流夜缘，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半天。莺莺并不抽身回避，却尽人调戏躲香间，只将花笑拈。他回身境内，又欲去不行，眼角留情，脚踪儿将心事传，还回头相看，留下临去秋波那一转。
当晚月下，两人隔墙唱和，张生撞出来相见。虽然红娘拉了小姐进去，两人却眉眼传情，口不言，心自省。换句话说，已经木成心许了。白人府墙头马上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更是干脆，两人在墙头一见，立刻倾心相爱。唐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压根儿还未碰见柳梦梅，只在梦里见到，素昧平生，可是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便苦苦相思，弄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这种速成或现成的恋爱，作者总解释为天缘、奇缘、素缘或500年风流夜渊。这等情节，古希腊小说里也早有描写。在赫利奥多罗斯的有名的《埃塞俄比卡》里，男女主角若不是奇缘，绝不会相见。他们偶在神庙相逢，两人一见倾心，就在那一面之间，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彼此是亲属，因为品质相仿。当时两下里都一呆，仿佛愣住了。两人深深地相视半晌，好像是认识的，或者似曾相识，各在搜索自己的基留斯提塔奥斯的留基佩与克洛托峰，写女主角到男主角家里去避难，两人才有机缘相见。事先男主角有个奇梦，预示他未来的命运。第二天两人见面，据男主角自叙，我一见他，我马上就完了，各种感觉掺和在我心中，我又是倾慕，又是痴呆，又怕，又羞，又是不识羞。他的相貌使我倾慕，他的美使我痴呆，我心跳可知是害怕。我不识羞的，光是眼睛看他，可是给人瞧见时，我又和例子都写了平时不得见面的青年男女一见倾心，而这一见倾心是由于宿世或命定的因缘。当然，一见倾心和似曾相识的心理状态并不由时代和社会背景造成。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男女主角是在许多男女一起的舞会上相逢的，他们不也是一见倾心的吗？不过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姻缘，据作者安排也是前生注定的，所以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把黛玉细认一番之后，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作者并不采用这个便利的方式。《红楼梦》里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议论，才子佳人等书开口闻君，满篇子建，千步一枪，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第50回，贾母评才子佳人这类的书编的连影也没有，既不合人物身份，也不符实际情况。他这番话和师兄的议论相同，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意见，可见他写儿女之情只在别开生面，不落俗套。作者笔下的林黛玉是师兄所谓有痴情有小才的异样女子，贾宝玉不是才子，而是个多情公子，是公侯家的不孝子。他们俩的感情一点儿不涉淫滥。林黛玉葬花词里有治本节来还节去的话，她临终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都是刻意表明这一点。黛玉尽管把袭人呼作好嫂子，
袭人和宝玉的关系，他从来不屑过问。他和宝玉的爱情不设淫滥，不由速成，而是小儿女心心相印，逐渐滋生的。但封建社会男女有别，礼防森严，未婚男女很少相近的机会。《红楼梦》作者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丫鬟同在园内起居，比西欧18、19世纪青年男女在茶会、宴会和舞会上相聚更觉自然家常，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宝玉和黛玉不仅小时候一床睡一桌吃，直到宝玉17、18岁，他们还可以朝夕相处。他们可以有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大观园究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而自成世界。大观园只容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的一起生活，并不容许他们恋爱。即使戴金锁的是林黛玉，她和宝玉也只可以在结婚之后享闺房之乐。恋爱在当时说来是私情，是心病，甚至是下流痴病。别的事尽管没有，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女孩子家大了，懂得人事，如果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在这种氛围里，宝玉和黛玉断断不能恋爱。作者要谈情，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他就得别出心裁，另觅途径。正因此，《红楼梦》里的恋爱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这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第52集，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宝玉和黛玉能像传奇里的才子佳人那样幽期密约，私定终身。假如他们能像西洋小说或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问答一声你爱我不？我爱你，那么大指弹琴的《红楼梦》就把情干干脆脆的一下子谈完了。但是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对自己都不敢承认。宝玉只在失魂落魄的时候才大胆向黛玉说出了心病，黛玉也只在迷失本性的时候才把心里的问题直接痛快地问出来。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彼此只好暗暗领会，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宝玉唯恐黛玉不知他的心，要表白而不能，黛玉还愁宝玉的心未必尽属于他，却又不能问。他既然心中意中只缠绵着一个宝玉，不免事事要问，处处要问。宝玉心中意中也只有一个他吗？没别的姊妹吗？跟他的交情究竟与众不同呢，还是差不多呢？也许他和别人更要好些。人家有金来配他的玉，宝玉对金玉之说，果真不理会吗？还是哄他呢？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只好用他的心随时随地的去只看见他心眼细，疑心重，好像他生性就是如此，其实委屈了黛玉，那不过是他心病的表现。他和宝玉历次的吵架，或是偶然奚落嘲笑，无非是为了以上那些计较。例如第8回，黛玉奚落宝玉听从宝钗的话比圣旨还快。第19回，她取笑宝玉是否有暖香来配人家的冷香。第20回，史湘云来了，黛玉讥笑宝玉若不是被宝钗绊住，早就飞来。第22回，黛玉听见宝玉背后向湘云说她多心，因而气恼，和宝玉吵嘴。第26回，黛玉因晴雯不开门而生误会。第28回，
黛玉说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29回，二人自清虚观回来，杂寓大吵。这类的例子还多，看来都只是不足道的细事儿，可是黛玉却在从中摸索宝玉的心，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流露了自己的心，何尝不知黛玉的心意，所以时时向她表白，有时表白的恰到好处，二人可以心照。例如第20回，他表示自己和宝钗的亲不及和黛玉亲，说是亲不见疏，后不见先。黛玉啐道：我难道叫你远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听了，低头不语。又如宝玉和黛玉吵架后上门赔罪，说若等旁人来劝，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黛玉就知他们究竟比旁人亲近。有时宝玉表白的太露骨，如引《西厢记》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又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这就未免轻薄之嫌，难怪黛玉嗔怒。有时他又表白得太造次，又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未免唐突，使黛玉脸上下不去。反正他们两人吵架一番，就是问答一番，也许就是宝玉的寄语里所谓的你正我正心正意正。到第32回，宝玉向黛玉说你放心那一段话，竟是直指他的心病，他自己也掏出心来。第34回，宝玉赠旧帕，黛玉再怕题诗，二人心上的话虽未出口，彼此都心领神会，心正意正，已无可再。黛玉的心依然放不下来。宝玉固然是他的知己，他们的交情又经得几久呢？彼此年岁渐渐长大，房闲也渐渐的多起来，不能常像小时候那样不拘形迹。将来宝玉娶了亲，就不能再住在大观园里和姐妹作伴了。贾母、王夫人等又不像有意要把他配给宝玉。在宝玉逢五鬼前后，据凤姐口气，好像贾府主意的是黛玉。第25回，凤姐取笑黛玉说：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还指着宝玉说：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门店儿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所以宝玉病愈，黛玉念了一声佛，宝钗的笑里是很有含义的。可是从此以后，黛玉这点希望日趋渺茫。第28回，元妃赏节礼，只有宝钗和宝玉的一样。第35回，宝玉引诱贾母称赞黛玉，贾母称赞的却是宝钗。宝钗在贾府越来越得人心，黛玉的前途也越来越灰暗。黛玉尽管领会宝玉的心，只怕命运不由他们做主，所以她自叹：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持，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为这个缘故，黛玉时常伤感。第57回，紫鹃哄宝玉说黛玉要回南方，宝玉听了几乎疯傻。紫鹃在怡红院市集回来，
对黛玉说宝玉心事，劝黛玉坐定大事要紧。黛玉口中责骂，心上却不免感伤，哭了一夜。第64回，宝玉劝黛玉保重身体，说了半句厌嘱，黛玉又心有所感，二人无言对泣。第79回，宝玉把芙蓉女儿诔里的句子改成了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清河薄命。黛玉陡然变色，因而正合了时刻在她心念中的伤感。和梦后40回虽是续写，描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还一贯以前的笔法。黛玉一颗心既悬悬不定，第89回误传宝玉定亲，他就舍隐卑躬，至于绝力。第96回听说宝玉将娶宝钗，他不仅觉得将身撂在了大海里一般，竟把从前领会的种种都不复做准。他觉得自己是错了，宝玉何尝是他的知己？他只是个见异思迁、薄幸负心的人。所以他心中恨恨，烧毁了自己平日的诗稿和题诗的旧帕，断绝痴文。虽然负屈而死，临终却和宝玉谈过衷心的话，还交换过纪念的东西，他死而无憾。黛玉却连这点安慰都没有，他的一片痴心竟是空抛了，只好是说是前生赖他甘露灌溉，今生拿眼泪来偿还。宝玉一次次向黛玉表明心迹，竟不能证实，更无法自明。他在黛玉身上那番苦心，只留得一点回忆，赚得几分智慧。好比青埂峰下顽石，在红尘世界经历一番，磨出光明，修成圆觉。石上镌刻了一篇中间那段不敢明说的痴情，末了还是用误解来结束。他们苦苦地互相探索，结果还是互相错遇，好事多磨。在艺术的创作里，往往多磨才能好，因为深刻而真挚的思想情感原来不易表达。现成的方式不能把作者独自经验到的生活感受表达得尽致，表达得妥帖。创作过程中遇到阻碍和约束，正可以逼使作者去搜索，去建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而在搜索建造的同时，他也锤炼了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合乎他自见的形式。这样他就把自己最深刻、最真挚的思想情感很完美地表达出来，成为伟大的艺术。一股流水遇到石头拦阻，又有堤岸约束住，得另觅途径，却又不能逃避阻碍，只好从石缝中蹦出，于是就激荡出波澜，冲溅出浪花。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同时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不容逃避困难。于是一部《红楼梦》，一方面突破了时代的限制，一方面仍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这就造成作品独特的风格，异样的情味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应用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无情。第53集，事实、故事、真。散文家霍姆士在他的《早餐桌上的独裁者》一书里谈起他为什么不写小说。他说，写小说不比写诗，写诗可以借文字的韵律、想象的光彩、激情的闪耀等，把自己赤裸裸的心加以掩饰。写小说就把自己的秘密泄露无遗，而且把自己的朋友都暴露了。这话原带几分诙谐，但他这点顾虑，大概中外许多小说家也体会到，
所以常设法给自己打掩护，或者说这个故事千真万确，出自什么可靠的文献，表明这部小说不是按作者本人的经历写成，或者说小说里的人物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希望读者勿把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往真人，尤其是作者自己身上套取。这类例子西洋小说里多不胜举，我国小说作者为自己打掩护的例子也随手拈来就有。《红楼梦》开卷第一回说，作者将真事隐去，用贾雨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故事也无朝代年纪可考，但作者似乎觉得遮盖不够，还使用了一些引申法，表示贾宝玉的经历不是曹雪芹的经历，作者也不是曹雪芹。曹雪芹不过把现成的《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5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红楼梦》是空空道人从自己分明边数历历的石头上抄来。据《红楼梦》成乙本，石头就是神瑛侍者贾宝玉的前身。据知本，石头是神瑛下凡时夹带的蠢物，是贾宝玉落胎闲下的通灵宝玉。换句话说，石头不是宝玉本人，只是附在他身上的旁观者。《水浒传》写108个好汉，即使真有其人，也是前朝的人物了。他们干的事儿，作者不怕沾边儿。可是作者在开卷第一回还打出官腔，说这伙强盗是妖魔下凡。第二回表示，作者赞许的不是水泼巨异的强盗，是明哲保身的王。作者在运用引申法的同时，又爱强调他书里写的确是真情实事。《红楼梦》所记金陵12钗，闺阁中历历有人，是作者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水浒传》里36员天罡星，在大宋宣和仪式里既有名有姓，小说所记想必早早有据。《会真记》是元稹所撰的传奇小说，但故事里说的人证物证俱全。张生把殷殷寄他的情书给朋友看了，由是时人多闻之。梁巨源、李绅、元稹还都为这事儿做了诗，可见张生真有其人，他和莺莺的一段私情也真有其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故事如写得栩栩如真，唤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他们就不理会作者的遮遮掩掩，竭力从虚构的故事里去寻求作者真身，还要掏出他的心来看看。当然，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为人行事，有助于了解他的作品。我们研究一部小说，就要研究作者的社会和家庭背景，要读他的传记、书信、日记等等。但读者对作者本人的兴趣，往往侵夺了对他作品的兴趣，以致研究作品只成了研究作者生平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例如，海外学者说我国的红学其实是曹学，却也不错。研究文学作品往往如此。英国19世纪小说家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小说，在他们国内是流传颇广的读物。学者研究他们的作品，就要把他们生前不愿人知的秘密一一揭发。他们曾用浓墨涂掉的字迹，在科学昌明的后世涂上些化学液，就像我们大字报上指控的密室一样，昭然若揭，历历可见。于是我们知道狄更斯私心眷爱的是哪一位内姨，哪一位女明星，萨克雷对他好友的妻子怎样情思缠绵，他们的秘密都公开了。诗人也不例外，诗人的诗并不像海蚌壳内夹进了沙子而孕育出来的珍珠那样，能把沙子掩藏得不见形迹。后世读了莎士比亚的14行诗，就要追问诗人钟情的黑女郎 Dark Lady 究竟是谁，那位挚友和诗人又是什么关系？
读了拜伦我们俩分手的时候，就要知道我们俩中的那一位是谁。读了朱彝尊的《桂殿秋》，共眠一阁听秋雨，小殿青青各自寒，就要问那是和谁共度江干，和他风怀五言排律所写的是否指同一个女人。越是人所共知的作品，因为流传久远，就是作者千秋万代之后还被聚光灯圈罩住，供读者品评议论。作者如果觉得自己这颗心值得当作典型来剖析，不妨学卢梭写忏悔录，既省得读者费功夫琢磨，也免得自己遭受误解。不然干脆写真人真事儿。世上现成有人人爱戴的豪杰之士，有人人鄙恶的奸邪小人。我们读到有关革命英雄的报道，尽管朴质无闻，也深受感动，心向神往。作者何不写传记、回忆录、报道之类，偏要创作小说？看来小说家创作小说也和诗人作诗一样情不自禁。作者在生活中有所感受，就好比我国历史上后继之母姜源践踏了巨人的足迹，有感而孕。昔闻思想的形成和怀孕是同一个字，作者头脑里结成的胎儿一旦长成，就不得不诞生。我们且不问作者怎样有感而孕，因为小说的范围至为广泛，作者挑选的题材、写作的动机、题材的选择、创作的方法，以及内心的喜怒哀乐等等感情各有不同。但不管怎样，小说终究是创作，是作者头脑里孕育的产物。尽管小说依据真人实事，经过作者头脑的孕育，就改变了原样。便像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历史《三国志》就不同。《三国演义》里披发仗剑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小说是创造，是虚构，但小说和其他艺术创造一样，总不脱离西方文艺理论所谓的模仿真实。真实不只事实，而是所谓贴合人生的真相，就是说作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真相，或一点一滴东临西找的真相来创作。是举一简短的例，说明虚构的事儿如何依据事实而表达真实。元稹悼亡诗有一首梦境，说他梦中登上高原，看见一口深井，一只落在井里的吊桶在水上沉浮，井架上却没有系住吊桶的绳索。他怕吊桶下沉，忙赶到村子里去求助，但村上不见一人，只有猛犬。他回来绕井大哭，哽咽而醒。醒来正夜半，觉得那只落入深井的吊桶就是埋在深矿下的亡妻化身，便伤心痛哭。梦醒之间，仿佛见到了生和死的境界。所伤觉梦间，便觉生死尽。元稹这个梦有事实依据，他的亡妻埋在3丈深的坟矿里。当然，深井不是深矿，吊桶不是亡妻，但这个梦是他悼念亡妻的真情结成，是这一腔感情的形象化，而所具的形象，梦中情景，体现了他对生和死的观念，是他意识里的生和死的景，是潜意识的创造。做梦的同时，创造就已完成。小说是有意识的创造，是一段构思的过程。但虚构的小说也同样依据事实，同样体现作者的真情，表达作者对人生的观念。曹雪芹题《红楼梦》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小说尽管根据作者的半生经验，却是将真事隐去的满纸荒唐言。这满纸荒唐言是作者一把辛酸泪结成的，体现作者的真情。
而作者描写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据暗记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就是说，作者按照他所认识的事情常态，写出了他意识中的人生真。第54集，事实、故事、真小说离不开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第一，作者要处在实际生活中，才会有所感受。我们要作者体验生活，就是此意。第二，真人真事是创造人物故事所必不可少的材料。若凭空臆造，便是琐事细节，也会使故事失实。例如，写穷困人吃棒子面，一根一根往嘴里送；写洋派时髦小姐喝咖啡，用茶时一时时咬着喝；写旧日封建家庭拥仆对主人直呼其名，或夫妇间互称老张、小李，都使读者觉得不可能，因而不可信。第三，真人真事是衡量人事的尺度。尽管有些真人真事比虚拟的人物故事还古怪离奇，虚构的人物故事却不能不合人世常情，便是蓄意写怪人怪事，也需怪得合乎情理。但真人真事的作用有限。第一，真人真事不一定触发感受，有了感受也不一定就有创作。经验丰富的人未必写小说，感受是内因和外因的结合，铁片打在火石上才会爆发火花。西谚所谓，你必须携带本钱到美洲去，才能把美洲的财富赚回来。第二，经验所供给的材料如不能活用，只是废料。写小说不比按食谱做菜，用上多少主料多少配料就能做出一盘美味来。小说不能按创作理论拼凑配搭而成。第三，真人真事不成尺度，要见到世事的全貌，才能琢磨事情世事的常态。不然的话，只如佛经预言，瞎子摸象，摸不到象的真相。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但经验好比点上个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大小。水浒传写108个好汉，儒林外史写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西游记里的行者八戒能上天入地下海，难道都是个人的经验？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写的是西班牙故事，作者从未到过西班牙，可是有人还以为那部小说是从西班牙小说翻译的。这都说明作者的创造能远远超出他个人的经验。想象的光不仅四面放射，还有反照，还有折光。作者头脑里的经验有如万花筒里的几片玻璃屑，能幻出无限图案。《红楼梦》里那么许多女孩子，何必个个都真有其人呢？可以一人而分为二人、三人，可以一身而兼具二美、三美。因小说名利场的作者自己就说，这部小说里的某人一身兼具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爱慕的女友三人的性格。又说作家创造人物是把某甲的头皮、某乙的脚跟皮拼凑而成。这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不是现成的真人，而是创造，或者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捏造，把不同来源的成分捏成一团。法国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主角曾有人考出是某某夫人，但作者给他女友的信上一再郑重声明，包法利夫人是我自己，是我按照自己塑造的。我们总不能说作者原来是个女人呀。因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确根据真人真事，但小说里的鲁滨孙和真人塞尔科克是截然两人，所经历的事也各自不同。
这都说明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尽管依据真人真事，也不是真人真事。作者由观察详尽，分析入微，设身处地，由小见大，能近取之自身，远取之他人，近取之自身的经历，远取之他人的经历，不受真人实事的局限。但小说家的想象并非漫无控制，小说家的构思一方面靠想象力的繁衍变换，以求丰富多彩，一方面还靠判断力的修改剪裁，以求贴合人生真相。前者是形象思维，后者是逻辑思维，两种思维同时并用。想象力任意飞翔的时候，判断力就加以导引，纳入合情合理的轨道，即西方文艺理论所谓的或然或必然的规律，使人物故事贴合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因为故事必须合情合理，才是可能或必然会发生的事儿，我们才觉得是真事儿。人物必须像个真人，才能是活人。作者喜怒哀乐的感情必须寄放在活人心上，才由抽象转为真实的感情，而活人离不开我们生存的世界。便是神怪小说，如《西游记》里的孙行者和猪八戒，也都是人的典型。《聊斋志异》里的狐鬼，也过着我们人世的生活。读者关切的是活的人，真的事。读一部小说，觉得世上确有此等事，确有此等人，就恍如身如其境，仿佛黄粱梦里的书生经历一番轮回，对人世加深了认识。作者写一部小说，也是要读者置身于他虚构的境地，亲自领略小说里含蕴的思想感情。作者就把自己的感受传到读者心里，在他们心里存留下去。小说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的要求，真人真事进入小说的领域，就得顺从小说的规律，适应这部小说的要求。即使是所谓的自叙体小说，大家公认为小说所根据的真人真事，也不能和小说里的人物故事混为一谈。人既不同原来，事也随着改变，感情也有所提炼。我们不妨借一个大家熟悉的小故事为例，加以说明。元稹所传《会真记》或《莺莺传》向来称为自叙之作，元稹的验诗里又有莺莺诗、赠双文、会真诗等诗。考据者因此断定传其所记是真情实事，但验诗的作者元稹和传奇里的张生并不一样，验诗里的莺莺和传奇里的莺莺也大不相同。诗和小说同是虚构，不能用作考究事实的根据，但元稹寄给白居易的《梦游春》时有自题的序，白居易《和梦游春》时也有自序，两人的序显然是挚友间的私房话。据此二序，可知元稹《梦游春》是叙述自己的梦游以及结婚做官的经历，白居易认为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但说元稹不够彻悟，所以众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事之际所以至感者。诗里劝诫说，艳色即空花，和是离之始，莫须会刀路等语。这就可见元稹未能挥慧剑斩断情丝。元稹验诗如梦溪时、古绝绝词、所思、莺莺诗、离思、赠双文、杂役等作，尽管没指明情人是谁，显然都是写他本人的爱情。大抵诗人所谓游仙会真，无非寻花问柳而有所欲，灵境的仙，花丛的花，就是美人，或者干脆说就是妓女。梦游春许他遇见一个中意的美人，但和他不久分手，思念甚苦，觉得其他美人不复值得顾盼，所以绝来8、9年，不向花回顾，我到看花时，
旦作怀仙句。离思里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显然也是为这位美人所作。莺莺诗译作离思第一首，所以这位美人就名莺莺，很可能是假名。古绝绝词写一对别多会少的情人，第一首女方说，她宁愿彼此是天上牵牛织女星，7月7日一相见，相见故心终不移。但她只是朝开暮落，随风似飞的红锦花。她怨叹说，君情既决绝，妾意亦参差，介如生死别，安得长苦悲。第二首男方说自己心怀郁结，因为有美一人，余烟旷绝。这位美人年纪很小，写道，水得风息，小儿已波，损在胞息，高不见节。他像桃李当春，众人竞相攀折。所以男的说，我走后怎保得住你的清白，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我虽是你第一个情人，但怎能叫你不给别人抢去？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末了感叹说，罢了，牛女1年一见，别后彼此什么事儿不干，彼此隔阂何事无？第三首和男女双方说，夜夜相抱眠，忧怀上晨节。那堪1年事，长浅一宵说。一去又1年，1年何可彻？由此调第7，不如生死别。天公隔世度相连，何不便教相决绝？这首诗题目是古绝绝词，写的是这一对情人决绝不下，只好愿老天爷嫉妒他们相爱，给他们无限苦恼。所思相逢相识还如梦，未雨未云今不知。梦溪10里，山川已永隔，云雨两无期。何事来相赶，又成新别离。都可见作者情思缠绵，睡梦里都聊不开。不论元稹迷恋的是一个莺莺，或者还有别人，他并不像秉性坚贞不近女色的张生，他的用情和张生的忍情也不一样。众人竞相攀着的桃李花，一任东西南北飞的红锦花，值什么女人？可想而知。第55集，事实故事真诗有平动横波称阿母，等闲教见小儿郎句。阿母可等闲教见小儿郎的莺莺，若不是那个比作红锦和桃李的美人，也是一流人物。赠双文里有时还赞笑，暂作爱无聊的双文，杂役中打秋千捉迷藏的双文，都是娇憨美人。按名字，莺莺就是双文，即使不是一人，据诗里的形容，身份还是一样。元稹赠当代才妓薛涛和刘彩春的诗，都称赞他们的文采，但他为自己思念的美人所作的诗，没有只字说到他或他们的才艺，或对诗书的喜好。会真记里的莺莺却是大家闺秀。张生若不是表兄又加恩人，老夫人绝不会等闲教见。而莺莺又多才多艺，善主文，善古琴，而才华不露，喜怒亦罕行见。可见传奇里的莺莺，无论身份、品格、才华，都超出元稹所恋爱的美人。张生和崔莺莺很可能是借用《游仙窟》里张文成、崔十娘的姓，但是不仅借用姓氏，两个人物都是虚构。尽管取材于真人，传奇里的人已不是真人，但看崔莺莺写的情书，若没有元稹的才学，很难写得那么典雅。莺莺的才艺显然是作者赋予她的。
这篇传奇写的是缠绵悱恻的男女私情，情虽深，未能有始有终，一霎欢爱，只造成无限哀怨，不尽惆怅。传奇里着重写张生秉性坚贞，非礼勿乱，无非显得他对莺莺的迷恋不同于一般好色之徒的烈焰。莺莺能使张生颠倒，也衬出了莺莺不同于寻常美人。莺莺是个端重的才女，她爱张生的才，感张生的痴情。她把张生深夜哄到西厢私会，却又训斥一番，也许是临时变卦，也许真是要和他见一面谈几句，反正他言则敏辩，一席话振振有词，而他这番举动完全合乎或然必然的规律。张生无言以对，绝望而去，想必加添了莺莺的怜念，说不定还带几分歉意。他终于委身相救，是出于情深所感。假如莺莺是个妓女，张生是个寻花问柳的老手，他们的相爱就不像张生和莺莺之间的情谊那么稀罕，而值得。张生既是个孤介书生，凭他的封建道德观和男女不平等的贞操观，必然会对莺莺有鄙薄的看法。他能为自己失身，也能为别人失身，能颠倒他，也能颠倒别人。传奇里的莺莺虽是大家闺秀，在这点上就和等闲较见小儿郎的莺莺，或众人竞相攀着的桃李花身份相近，都是尤物罢了。张生无意娶她，却又恋恋于她，就和元稹不能和所欢偕老而决绝不下，感情略有相似。假如元稹的《会真记》正是要写他这种情怀，那么张生的忍情不仅适合人物的个性，也适合故事的要求。因为老夫人知道木已成舟，不会阻挠婚事，张生和莺莺尽可欢喜收场，不必两下里怨恨惆怅。婚事不成，只为张生忍情。张生忍情不是元稹的主张，只是由小说自身的规律，小说内在的要求造成。传奇里作者皆为深叹云云，无非大家都深为惋惜，意见作者本人并不赞许。作者只说写这部传奇是要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但张生并不能不惑。他后来求见莺莺不得，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可见张生很矛盾。莺莺婉转的言辞，凄恻的情韵，怨而不怒的情书，都不能使张生始终其情。莺莺虽然赋诗谢绝张生，还是余情未断，一腔幽怨郁结在心，赢得读者深切的同情。元稹这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分明不是只在宣扬什么忍情的大道理，而是要写出这一段绵绵无尽的哀怨惆怅。这不仅是张生和莺莺两人的不如意事，也是人世间未能尽如人意的常事，并且也体现了人类理智和情感的矛盾。理智认识到是不可弥补的缺陷，情感却不肯驯服，不能甘休，却又无可奈何。此类情感是人生普遍的经验，这就证明了西方文论家所谓一件虚构的事能表达普遍的真理。所以这个小小的故事很动人，后世不仅歌咏它，还改成了团圆收场的西厢的故事，是要表达普遍的真理。真人真事不宜崭露头角，否则会破坏故事的完整，有损故事的真实性。例如《红楼梦》里人物的年龄是经不起考定的，作者造成的印象是流年在暗中偷换，当时某人几岁只偶尔点出。林黛玉第一天到贾府会见贾家姊妹时，迎春肌肤微丰，身材合中；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惜春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
三人皆是一样的装束。这三位小姐好像描写的各如其分，但林黛玉那时才6岁，宝玉才7岁。据说满人和汉人同样都用虚岁计算年龄。探春是宝玉的异母妹，至大也不过和宝玉同岁。6、7岁的小女孩，只怕还没有腰身只有肚子的阶段，还需过10年8年，身量才会长足。惜春小于黛玉，当时还未留头，恐怕是才穿上满裆裤的小娃子呢，远未到及笄之年，叫她戴上钗环，穿上裙子，岂不令人失笑？但宝玉和黛玉若不是6、7岁的小孩子，就不能一床上睡觉。宝玉日常在女孩队中厮混，年龄不能过大。我们只算宝玉黛玉异常乖觉早熟就行，他们的年龄不考也罢，但有时却叫人不能不想到他们的年龄。第30回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两眼直瞪瞪地瞅了他半天，气得唉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刚说了3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人拿起卷子来擦眼泪。上文25回，王夫人屋里的丫头彩霞咬着牙把贾环戳了一指头，骂他没良心，那是很传神的。黛玉对贾宝玉也这般行径吗？好像不合黛玉的身份，也不合黛玉的年龄。按这是宝玉逢五鬼同年的事，宝玉13周岁，黛玉12周岁。是否因为黛玉的行为不合身份，连同唤起了年龄的问题呢？令人不禁猜想，是否有什么事实在小说里没有消融？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有作者赋予的光彩，假如真身出现，也许会使读者大失所望。老残游记第13回，翠环议论作诗的老爷们老是夸自己的才情，或者就无非说那个姐儿长得怎么好，那些说姐儿们长得好的，无非却是我们眼前的几个人，有的连鼻子眼睛还没有长得周全呢。他们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强，不是说他沉鱼落雁，就是说他闭月羞花。王强俺不知道他老是谁，有人说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难道都是这种法样子吗？一定靠谱的议论和近代意大利美学大师克罗齐的话几乎相同。克罗齐说，他忘了哪位作家说的，诗里形容的那些天仙化身的美人，事实上都是不怎么地，他们真人的言谈举止和小丫头子没多大分别。他又引大批评家德桑克蒂斯的话说，那些虚构的人物不能尽看，你如果问我雷欧帕蒂笔下的内丽娜究竟是车夫的女儿还是冒犯子的女儿，哎呀，你给我把内丽娜活比亚的剧中人说，最真的诗是最假的话。这话和《红楼梦》太虚幻境前的对联上所说的假作真实，真亦假，含义不知是否相同。明荣与《唐刻水浒传》卷首水浒100回文字优劣劈头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这段话把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说得最醒豁。凭空捏造，以实其事，就是说虚构的故事能体现普遍的真实。若是从虚构中推究事实，那就是以假为真了。堂吉诃德看木偶戏，到紧要关头拔剑相助，这类以假为真的事儿，中外文学史上都有。
法国18世纪有个主张重返自然，也赞成革命的军事工程师拉克洛。他痛恨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荒淫腐朽，用书信体写了一部小说《危险的私情》。小说风行一时，后来列入法国文学的经典。拉克洛是一个标准的君子和模范丈夫，却写了一部最为邪恶的可怕的书。读者把小说里专引诱女人的坏蛋和作者本人等同或混淆为一。拉克洛终身以至身后被人称为邪恶的拉克洛。元稹写了《会真记》，也成了始乱终弃的薄幸人。有人搜求崔氏家谱来寻找崔莺莺的父亲，又有人伪造了正式墓志来证明崔莺莺的母亲是元稹的姨母。《会真记》竟成了元稹的自供状。若说元稹此作是直叙其始乱终弃之事迹，为自己的忍情辩护，又安知他不是正为多情，所以美化了情人的身份，提升了他们的恋爱，来疏泄他郁结难解的怅恨呢？霍姆士只顾虑到写小说会暴露自己的秘密，但是写小说的人还得为他虚构的故事蒙受不白之冤，这一点霍姆士却没有想到。1980年第56集，有什么好？读奥斯汀的《傲慢与这部作品有什么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是认真探索这部作品有什么好，或相当干脆的否定，就是说没什么好。两种说法都是要追问好在哪里。这里要讲的是英国19世纪初期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女作者简·奥斯汀是西洋小说史上不容忽视的大家，近年来越发受到重视。爱好她的读者要研究她的作品有什么好，不能欣赏她的人也常要追问她的作品有什么好。傲慢与偏见在我国知道的人比较多，没读过原文的读过译本，没读过译本的看过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至少知道个故事。本文就是要借一本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西洋小说，探索些方法，试图品尝或鉴定一部小说有什么好。小说里总要讲个故事，即使是没头没尾或无条无理的故事，故事总是作者编的。怎样编造，例如选什么题材，从什么角度写，着重写什么，表达什么思想感情，怎样处理题材，就是说怎样布局，怎样塑造人物等等，都只能从整部小说里去领会，光从一个故事里琢磨不出。这个故事又是用文字表达的，表达的技巧也只看文字本身，不能从故事里寻求。要充分了解一部小说，得从上述各方面一一加以说理。往往有个故事，某人何时何地遭逢或没遭逢什么事儿，干了或没干什么事儿，人物、背景、情节组成故事。故事是一部小说的骨架或最起码的基本成分，也是一切小说所共有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故事的情节引人，角色动人，就能抓住读者的兴趣，捉弄着他们的心，使他们放不下撇不开，即要知道事情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下场。很多人读小说不过是读一个故事，或者只读到一个关于偏见的故事，讲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某乡镇上某乡绅家几个女儿的恋爱和结婚，主要讲二女儿伊丽莎白因少年绅士达西的傲慢，对他抱有很深的偏见，后来怎样又消逝了偏见，和达西相爱，成为眷属。这个故事平淡无奇，没有令人回肠荡气、惊心摄魄的场面，情节无非家常琐碎，如邻居间的来往、茶叙、宴会、舞会，或驾车游览名胜，或到伦敦小住，或探亲访友等等，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
人物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或模范，都是日常所见的人，有的高明些，文雅些，有的愚蠢些，鄙俗些，无非有闲阶级的先生、夫人、小姐之流。有个非洲小伙子读了这本书，自己思忖：这些英国的夫人小姐和我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也不禁要问，19世纪外国资产阶级的爱情小说，在我们今天能有什么价值呢？可是我们不能单凭小说里的故事来评定这不过是小说里可以撮述的主要情节，故事不讲作者的心思，但作者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现实，也不可能在作品里完全隐蔽自己，他的心思会像弦外之音，随处在作品里透露出来。写什么样的故事，选什么样的题材。《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写实性的小说 novel， 而不是传奇性的小说 romance。 这两种是不同的类型。写实性的小说继承书信、日记、传记、历史等真实记载，重在写实。传奇性的小说继承史诗和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写的是令人惊奇的事儿。世事无奇不有，只要讲来合情合理，不必日常惯见。斯科特写的是传奇性的小说，奥斯汀写的是写实性的小说。奥斯汀自己说不能写传奇性的小说，除非性命交关，万不得已，只怕写不完一章就要失声而笑。为什么呢？他在另一部小说《诺桑觉寺》里故意模仿恐怖性浪漫故事的情调，打趣取笑。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他笑那种令人惊奇的故事脱不了老一套，人物也不免夸张失实。他在家信里说，小说里那种十全十美的女主角看了恶心，使他忍不住要调皮捣蛋。他知道侄女写作的信上一再强调，人物要写得自然，要避免想象失真，造成假象。他喜欢把故事的背景放在有3、4家大户的乡镇上。奥斯汀并不是一个闭塞的老姑娘，她读书看报，熟悉当代有名的作品，来往的亲戚很多，和见世面的人物也有交接，对世界大事和城市生活并非毫无所知。可是她一部又一部的小说，差不多都取材于有3、4家大户的乡镇上。看来他和《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的见解相同。乡镇上的人和大城市的人一样可供观察研究，不论单纯的或深有城府的，都是有趣的题材，尤其是后者。尽管地方小，人不多，个人的面貌却变化繁多，观察不到的方面会层出不穷。奥斯汀显然是故意选择平凡的题材，创造写实的小说。通常把《傲慢与偏见》称为爱情小说，其实小说里着重写的是青年男女选择配偶和结婚成家。从奥斯汀的小说里可以看出，他从来不脱离结婚写恋爱。男人没有具备结婚的条件或没有结婚的诚意而和女人恋爱，那是不负责任或玩弄女人。女人没看到男方有求婚的诚意就流露自己的爱情，那是有失检点，甚至有失身份。尽管私心爱上了人，也得深自敛意。恋爱是为结婚，结婚是成家，得考虑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门户不相当还可以通融，经济基础却不容忽视，因为乡绅家的子女不能自食其力，可干的职业也很有限。长子继承家产，其他的儿子当教士、当军官、当律师，地位就比长子低。如果经商，就在本阶级内部又下落了一个阶层。老姑娘自己没有财产，就得寄人篱下，如果当女教师，就跌落到本阶级的边缘上或边缘以外去了。一门好亲事，不但解决个人的终身问题，还可以携带一家子沾光靠福。为了亲事，
家家都挣扎着向上攀附，唯恐下落。这是生存竞争的一个重要关头，男女本人和两家老少都全力以赴。虽然只有3-4家大户的乡镇上，矛盾也够复杂，争夺也够激烈，表现的世态人情也煞是好看。《傲慢与偏见》就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描写这种世态人情。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苦恼，他小说里的许多怨偶都是结婚前不相知而造成的。结婚不能不考虑对方的人品，包括外表的相貌、举止、言谈，内在的才德品性。外表虽然显而易见，也需要对方有眼光，才能由外表鉴别人品高下。至于才德品性，就得看他为人行事，这又得从多方面来判断。偶然一件事不足为凭，还得从日常生活里看日常的行为。知人不易，自知也不易，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纠纷就更难免。傲慢与偏见写女主角的偏见怎样造成，怎样消逝，又从人物的浮面逐步深入内心，捉摸他们的品性、修养和心理上的种种状态。可以说，奥斯丁所写的小说都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世态人情，写表现为世态人情的人物。第57集，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开章第一句，家产富裕的单身汉准想娶个妻子，这是大家公认的必然之理。接下说，这点道理深入人心，地方上一旦来了这么个人，邻近人家满不理会他本人的意愿，就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应得的夫婿了。奥斯丁冷眼看事情，点出这么2句，接着就引出一大群可笑的人物，一连串可笑的情节。评论家往往把奥斯丁的小说比作描绘世态人情的喜剧，因为都是喜剧性的小说。喜剧虽然据亚里士多德看来只供娱乐，柏拉图却以为可供照见，有教育意义。这和西塞罗所谓喜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见解相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都曾引用。菲尔丁在他自称喜剧性的小说里也用来阐说他这类小说的功用。这些话已经是论喜剧的常谈。所谓镜子，无非指反映人生，一般认为镜子照出丑人丑事，可充针砭，可当鞭挞，都有警戒的作用。可是傲慢与偏见警戒什么呢？对愚蠢的柯林斯牧师、贝纳特太太、凯瑟琳夫人等人挖苦几句，讽刺几下，甚至鞭挞几顿，就能拔除愚蠢的钝根吗？奥斯丁好像并没有这个企图。他挖苦的不是牧师或乡绅太太或贵妇人，不是人为的制度或陋习恶俗造成的荒谬，而是这样的几个笨人。他也不是只抓出几个笨蛋来示众取笑，聪明人并没有逃过他的讥诮。伊丽莎白那么七窍玲珑的姑娘，到故事末尾才自愧没有自知之明。达西那么心气高傲的人，唯恐招人笑话，一言一动力求恰当如分，可是他也是在故事末尾才觉悟到自己行为不当。奥斯丁对他所挖苦取笑的人物没有恨，没有怒，也不是鄙夷不屑。他设身处地，对他们充分了解，完全体谅。他的笑不是针砭，不是鞭挞，也不是含泪同情，而是乖觉的领悟，有时竟是和读者相视目睨，会心微笑。是举例说明。第11章，伊丽莎白挖苦达西，说他是取笑不得的。达西辩解说，一个人如果一味追求笑话，那么就连最明智最好的人，就连他们最明智最好的行为，也可以说成笑话。伊丽莎白说，
当然有人那样，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种人。我相信明智的、好的，我从不取笑；愚蠢、荒谬、任性、不合理的，老实说，我觉得真逗乐。只要当时的场合容许我笑，我看到就笑了。不过那类的事，大概正是你所没有难保吧。不过我生平刻意小心，不要犯那一类的毛病，贻笑大方。譬如虚荣和虚荣却是个毛病，骄傲呢，一个真正高明的人自己会有分寸。伊丽莎白别过脸去，暗笑。伊丽莎白当面挖苦了达西，当场捉住他的骄傲虚荣，当场就笑了。可是细心的读者会看到，作者正也在暗笑。伊丽莎白对达西抱有偏见，不正是因为达西挫损了他的虚荣心吗？他挖苦了达西洋洋自得，不也正是表现了骄傲不自知吗？读者领会到作者的笑而笑，正是梅瑞迪斯所谓从头脑里出来的理智的笑。笑包含严肃不笑的另一面。刘易斯在他略谈简奥斯丁一文里指出，坚持原则而严肃认真是奥斯丁艺术的精髓。心里梗着一个美好合理的标准，一看见丑陋不合理的事，对比之下会忍不住失笑。心里没有那么个准则，就不能一眼看到美与丑、合理与不合理的对比。奥斯丁常常在笑的背面写出不笑的另一面。例如《傲慢与偏见》里那位笨伯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是个大笑话，他遭到拒绝，掉头又向伊丽莎白的好友夏洛特求婚，而蒙允诺，又是个大笑话。贝纳特太太满以为阔少爷冰雷已经看中自己的长女吉英，得意忘形，到处吹牛，不料冰雷一去，音信杳然，这又是个笑话。伊丽莎白想不到她的好友夏洛特竟愿嫁给柯林斯那么一个奴才气十足的笨蛋，对她大失所望。她听了达西一位表亲的一句话，断定冰雷是听信了达西的话，嫌他家穷，所以打消了向他姐姐吉英求婚的原意。为这两件事儿，他和吉英谈心的时候气愤地说，我真心喜爱的人不多，看重的更少，经历愈多，对这个世界愈加不满了。人的性格是没准儿的，外表看来品性不错，颇有头脑，也不大可靠。我向来这么想，现在越发觉得不错，劝他别那么牢骚，毁了自己愉快的心情。个人处境不同，性情也不同。夏洛特家姊妹多，他是个慎重的人，论财产，这门亲事是不错的，说不定他对柯林斯也多少有点器重。伊丽莎白认为不可能，除非夏洛特是个糊涂虫。他不信自私就是慎重，盲目走上危途就是幸福有了保障。他不能放弃原则和正义来维护一个朋友。吉英怪妹妹说话偏激，又为冰雷辩护，说他不是负心，活力充沛的青年人免不了行为不检。女人出于虚荣，看到人家对自己倾倒，就以为他有意了。伊丽莎白说，男人应当检点，不能随便对女人倾倒。尽管冰雷不是存心不良，尽管他不是蓄意干坏事或叫人难堪，也会做错事情，对不起人。没头脑，不理会别人的心情，又拿不定主意，就干下了坏事儿。姊妹俩各有见地，据下文来看，妹妹的原则不错，姐姐的宽容也是对的。从这类严肃认真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奥斯丁那副明辨是非、通达人情的头脑。他爱读约翰生博士的作品，对他钦佩之至，称为我的可爱的约翰生博士。他深受约翰生的影响，承袭了他面对实际的智慧。评论者把他称为约翰生博士精神上的女儿。奥斯丁对他所处的世界没有幻想，
可是他宁愿面对实际，不喜欢小说里美化现实的假象。他生性开朗，富有幽默，看到世人的愚谬，世事的参差，不是感慨悲愤而哭，却是了解容忍而笑。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称引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奥斯丁是凭理智来领会，把这个世界看作喜剧。这样来领会世界，并不是把不顺眼不如意的事一笑置之，笑不是调和，笑是不调和。内心那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坚定不移，不肯权宜应变，受到外界现实的冲撞或摩擦，就会发出闪电般的笑。奥斯丁不正面教训人，只用他智慧的聚光灯照出世间可笑的人、可笑的事，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探索怎样才不可笑，怎样才是好的和明智的。梅瑞迪斯认为喜剧的笑该启人深思，奥斯丁激发的笑就是启人深思。第58集，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也像戏剧那样有一个严密的布局。小说里没有不必要的人物，无关紧要的人物是不可少的陪衬，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必要的。没有不必要的情节，事情一环紧扣一环，都因果相关。读者不仅既要知道后事如何，还不免追想前世，探究原因，从而猜测后事。小说有布局，就精炼圆整，不致散漫无杂。可是现实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布局。小说有布局，就限制了人物的自由行动，事情的自然发展。作者在自己世界观的指导下，不免凭主观布置定局，把人物纳入一定的运途，即使看似合情合理，总不免显出人为的痕迹。作者在冒充创造世界的上帝。可是傲慢与偏见的布局非常自然，读者不觉得那一连串因果相关的情节正是创造一个预定的结局，只看到人物的自然行动。作者当然插手安排了定局，不过安排的轻巧，不着痕迹。比如故事里那位笨拙牧师柯林斯，不仅是个可笑的人物，还是布局里的关键。他的恩主是达西的姨母凯瑟琳夫人，他娶的是伊丽莎白的好友夏洛特，所以伊丽莎白访友重逢达西就很自然。布局里另一个关键人物是伊丽莎白的舅母，她未嫁时曾在达西家庄园邻近的镇上居住，她重游旧地，把伊丽莎白带进达西家的庄园观光，也是很自然的事儿。这些人事关系好像都不由作者安排而自然存在。一般布局的转折往往是发现了隐藏已久的秘密，这里只发现了一点误会，也使故事显得自然，不见人为的摆布安排。奥斯丁所有的几部小说，包括他生前未发表的早年作品《苏珊夫人》，都有布局，布局都不露作者筹划的痕迹。是否因为小乡镇上的家常事容易安排呢？这很耐人寻味。奥斯丁也像侦探小说的作者那样，把故事限于地区不大、人数不多的范围以内，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和内心的任何波动都筹划妥帖，细枝末节都不是偶然的。奥斯丁指导他侄女写作，要求每一事都有交代，显然是他自己的创作方法。这就把整个故事提炼得精谨生动，事事都有意义。小小的表情，偶然的言谈，都加深对人物的认识，对事情的了解。精研奥斯丁的恰普曼说，奥斯丁的艾玛也可说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奥斯丁的小说里，侦探或推理的成分都很重。例如《傲慢与偏见》里，达西碰见了他家账房的儿子韦汉，达西涨得满脸通红，韦汉却面如死灰。
为什么呢？冰雷为什么忽然一去不返呢？韦翰和莉迪亚私奔，已经把女孩子骗上手，怎么倒又肯和她结婚呢？伊丽莎白和吉英经常像福尔摩斯和华生那样，一起琢磨这人那人的用心，这事儿那事的底里。因为社交活动里，谁也不肯轻抛一片心，都只说三分话。三分话保不定是吹牛或故弄玄虚。要知道，真情和真心就靠摸索推测，摸索推测的是人心，追寻的不是杀人的凶犯，而是可以终身相爱的伴侣。故事虽然平淡，每个细节都令人关切。奥斯丁只说他喜欢把故事的背景放在有3、4家大户的乡镇上，却没有说出理由。可是我们可以从作品里看到背景放在乡镇上所受的丁的侄儿一次丢失了一份小说稿。奥斯丁开玩笑说，反正他没有偷。他工笔细描的象牙片只2寸宽，他侄儿大手一挥的文字在小象牙片上不合用。有些评论家常爱称引这句话，说奥斯丁的人物刻画入微，但画面只2寸宽。其实奥斯丁写的人物和平常人一般大小，并不是小象牙片上的微型人物。《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并不比奥斯丁笔下的乡镇大，我们却从不因为大观园面积不大而嫌背景狭窄。奥斯丁那句话不过强调自己的工笔细描罢了，评论家很不必死在句下，把他的乡镇缩成2寸宽。奥斯丁写人物却是精雕细琢，面面玲珑，创造人物大概是他最感兴趣而最拿手的本领。他全部作品包括未完成的片段，写的都是平常人，而个个特殊，没一个重复。极不重要的人也别致的独一无二，显然都是他的创造，而不是临摹真人。据说他小说里的地名无一不真，而人物却都是虚构的。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真人真事只供1次临摹，2次就重复了。可是如果把真人真事充当素材，用某甲的头皮、某乙的脚跟皮来拼凑人物，就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好比万花筒里的几颗玻璃屑，可以换出无穷的新图案。小说读者喜欢把书中人物和作者混同，作者创造人物，当然会把自己的精神面貌赋予精神儿女。可是任何一个儿女都不能代表父母。《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和作者有相似的地方，有相同的见解；吉英也和作者有相似的地方和相同的见解。作者其他几部小说里的角色也代表他的其他方面。他对自己创造的人物个个设身处地，亲切了解，比那些人物自己知道的还深还透。例如《傲慢与偏见》第59章，吉英问伊丽莎白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达西的，伊丽莎白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细心的读者却看得很明白，因为作者把他的情绪怎样逐渐改变，一步步都写出来了。伊丽莎白嫌达西目中无人，她听信韦翰一面之词，认为达西亏待了他父亲主他照顾的韦翰。她又断定达西破坏了他姐姐吉英的婚姻。达西情不自禁向他求婚，一场求婚竟成了一场吵架，这是转折点。达西写信自白，伊丽莎白反复细读了那封信，误解消逝，也看到自己家却也有叫人瞧不起的地方，这使他愧疚。想到达西情不自禁的求婚，对他又有点知己之感。这件不愉快的事，他不愿再多想。后来他到达西家庄园观光，听到佣仆对达西的称赞，不免自愧没有知人之明，也抱歉错怪了达西。他痴看达西的画像，心上已有爱慕的意思。达西不计旧嫌，还对他殷勤接待，他有感激而惭愧而后悔。莉迪亚私奔后，他觉得无望再得到达西的眷顾，而暗暗伤心，
这就证实了自己对达西的爱。第59集，有什么好？读奥斯汀的《傲慢与冰》经常为他想象的人物添补细节，例如吉英穿什么衣裳，爱什么颜色，他的三妹四妹嫁了什么人等等。小说里虽然没有写，奥斯汀却和家里人讲过，就是说他都仔细想过。研究小说的人常说，奥斯汀的人物是圆的立体，不是扁的平面。即使初次只出现一个平面，以后也会发展为立体。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人物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是面面俱全的立体人物，读者虽然只见到一面，再有机缘相见，就会看到其他方面。这些立体的人物能表现很复杂的内心。有的评论家说，奥斯汀写道德比较深入，写心理只浮光掠影。有的却说他写心理非常细腻，可充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先驱。这两个说法应该合起来看。奥斯汀写人物只写浮面，但浮面表达内心，很复杂的内心，而表达的非常细腻。他写出来的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哪一个？按照西洋传统理论，喜剧不写个人，因为喜剧讽刺一般人所共有的弱点、缺点，不打击个别的人。英国17世纪喜剧里的人物都是概念化的，如多疑的丈夫、吃醋的老婆、一钱如命的吝啬鬼、吹牛撒谎的懦夫等。17世纪法国大戏剧家莫里埃剧本里的人物，如达尔杜福和阿尔塞斯特，都还带些概念化。戏剧里可以有概念化的角色，因为演员是有血有肉的人，概念依凭演员而得到了人身。小说里却不行，公式概念不能变成具体的人，人所共有的弱点，如懦怯、懒惰、愚昧、自私等等，只是抽象的名词，表现在具体人物身上就各有不同。在穷人身上是一个样，在富人身上又是一个样，同是在穷人身上表现也各个不同。所以抽象的概念不能代表任何人，而概念却从具体人物身上概括出来。人物愈具体、愈特殊、愈有典型性，愈可以从他身上概括出他和别人共有的根性。上文说起一个非洲小伙子读了《傲慢与偏见》，觉得书里的人物和他毫不相干。可是他接着就发现，他住的小镇上有个女人和书里的凯瑟琳夫人一模一样。我们中国也有那种女人，也有小说里描写的各种男女老少。奥斯汀不是临摹真人，而是创造典型性的平常人物。他取笑的不是个别的真人，而是很多人共有的弱点、缺点。他刻画世态人情，从一般人身上发掘他们共有的根性。虽然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小小的乡镇上，它所包含的天地却很广阔。以上种种讲究，如果仅仅分析一个故事是捉摸不到的，而作者用文字表达的技巧更在故事之外，只能从文字里追求。小说家尽管自称故事真实，读者终归知道是作者编造的。作者如要吸引读者，首先得叫读者暂时不计较故事只是虚构，而孤望听之。要使读者孤望听之，得一下子摄住他们的兴趣。这当然和故事的布局分割不开，可是小说依靠文字的媒介，表达的技巧起重要作用。《红楼梦》里宝玉对黛玉讲耗子精的故事，开口正言厉色，郑重其事，就是要哄黛玉孤望听之。《傲慢与偏见》开卷短短几段对话，一下子把读者带进虚构的世界，这就捉住读者，叫他们孤望听之。有一位评论家认为，《傲慢与偏见》的第1章可算是英国小说里最短、最俏皮、技巧也最圆熟的第1章。但孤望听之只是暂时的，要读者继续读下去，
一方面不能使读者厌倦，一方面还得循循善诱。奥斯汀虽然自称工笔细描，但从不反句惹厌。他不细写背景，不用抽象的形容词临摹外貌或内心，也不挖出人心摆在手术台上细细解剖。他只用对话和情节来描绘人物。生动的对话，有趣的情节，是奥斯汀表达人物性格的一笔笔工致的描绘。奥斯汀创造的人物在头脑里孕育已久，生出来就是成熟的活人。他们一开口就能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并且看透他们的用心，因为他们的话是心声，便是废话也表达出个性来。用对话写出人物，奥斯汀是大师。评论家把他和莎士比亚并称，就因为他能用对话写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奥斯汀不让他的人物像戏台上或小说里的角色，他避免烂套，力求人物的真实自然。他们口角必笑，因而表演生动，摄住了读者的兴趣。奥斯汀的小说除了苏珊夫人用书信体，都由无所不知的作者叙述。他从不原原本本平铺直叙，而是按照布局的次序讲，可以不叙的不叙，暂时不必叙述的留待必要的时候交代。就是说，等读者急要了解的时候再告诉他。这就使读者不仅预知后事如何，还要了解以前的事儿，瞻前顾后，思索因果。读者不仅是故事以外的旁听者或旁观者，还不由自主介入故事里面去。奥斯汀无论写对话或叙述事情都不加解释，例如上文伊丽莎白挖苦达西的一段对话，又如伊丽莎白对达西的感情怎样逐渐改变，都只由读者自己领会，而在故事里得到证实。奥斯汀自己说，他不爱解释，读者如果不用心思或不能理解，那就活该了。他偶尔也向读者评论几句，如第1章末尾对贝纳特夫妇的评语，但不是解释，只是评语，好比和读者交换心得。他让读者直接用人物的言谈行为来了解他们，听他们怎么说，看他们怎么为人行事，而认识他们的人品性格。他又让读者观察到事情的一点苗头，从而推测事情的底里。读者由关注而好奇，而侦查推测，而更关心，更有兴味。因为作者不加解释，读者仿佛亲自认识了世人，阅历了世事，有所了解，有所领悟，觉得增添了智慧。所以虽然只是普通的人和日常的事儿，也富有诱力，读罢回味，还富有因文笔简练，用字恰当，为了把故事叙述得好，不惜把作品反复修改。傲慢与偏见就是曾经大拙大削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奥斯汀虽然把傲慢与偏见称为自己的宠儿，却嫌这部小说太轻松明快，略欠暗淡，没有明暗互相衬托的效果。他不如曼斯菲尔的庄园沉滞，不如艾玛挖苦的深刻，不如劝导缠绵。可是这部小说最得到普遍的喜爱。小说只不过是一部小说吗？奥斯汀为小说张目，在诺桑觉寺里指出小说应有的地位。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用这段话来赞赏他自己的小说最恰当不过，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一部小说如有价值，自会有读者欣赏，不依靠评论家的考语。可是我们如果不细细品尝原作，只抓住一个故事，照着框框来评断，写得有趣就是趣味主义，写恋爱就是恋爱至上，
题材平凡，就是琐碎无聊，那么一手拿来，一手又扔了。这使我记起童年听到的故事：洋鬼子吃铁蚕豆，吃了壳，吐了豆，摇头说：肉薄核大，有什么好？洋鬼子煮茶吃，必去茶枝吃茶叶，皱眉说：色而无味，有什么？酒吧。第60集，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是举世闻名的杰作，没读过这部小说的，往往也知道小说里的堂吉诃德。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个侍从，自17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世界。据作者塞万提斯的细语，他当初曾想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来，因没有路费而作罢论。可是中国虽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遥远，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却并不陌生，许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还时常称道，不但称道堂吉诃德本人，还称道他那一类的人。因为堂吉诃德已经成为典型人物，他是西洋文学创作里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称的杰出典型。但堂吉诃德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并不是大家都熟悉，更不是大家都了解。他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诃德出世，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不完全。但就海涅一个人而论，他就说，他每隔5年读一遍堂吉诃德，印象每次不同。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偏向，堂吉诃德累积了历代读者对他的见解，性格愈加复杂了。我们要认识他的全貌，得认识他的各种。最初看到的堂吉诃德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堂吉诃德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最欣赏这部小说的是少年和青年人。据记载，西班牙菲利普3世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一定是个疯子。果然，那学生是在读堂吉诃德，但当时文坛上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17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加斯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学无术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经被称引了将近300年。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是怎样理解。堂吉诃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英国早期的读者也把堂吉诃德看成可笑的疯子。爱迪生把堂吉诃德和伯特勒的胡迪布拉斯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谭波尔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散文家斯蒂尔、小说家笛福、诗人拜伦等对塞万提斯都有同样的指责。英国小说家费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堂吉诃德是疯子吗？费尔丁在咖啡店里的政治家那个剧本里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和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费尔丁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那个剧本里表示，世人比堂吉诃德还疯得厉害。戏里的堂吉诃德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这里堂吉诃德不是讽刺的对象，却成了一个讽刺者。
费尔丁接着在他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里创造了一个亚当斯牧师。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瞧不见目前的现实世界，于是干了不少傻事儿，受到种种欺负。费尔丁自称这部小说模仿塞万提斯，英国文坛上也一向把亚当斯牧师称为堂吉诃德型。英国文学作品里以后又出现许多亚当斯牧师一类的堂吉诃德型的人物，如斯特恩创造的托贝叔叔，狄更斯创造的匹克威克先生，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这类堂吉诃德型的人物虽然可笑，同时又叫人同情敬爱，他们体现了英国人对堂吉诃德的理解。约翰生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我们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可笑而又可爱的傻子是堂吉诃德的另一种。作家没有像英国作家那样把堂吉诃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学里，只是翻译者把这位西班牙骑士改装成法国绅士，引进了法国社会。堂吉诃德的法文译者圣马丁批评最早的堂吉诃德法文译本一字字紧扣原文，太忠实也太呆板，所以他自己的译文不求忠实，只求适合法国的文化和风尚。弗洛利安的译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国人的喜好，不惜牺牲原文。他嫌堂吉诃德的西班牙气味太重，因此把他认为生硬的地方化为软熟，不合法国人口味的都改掉，简略了重复的片段，删消了枝蔓的情节。他的译本很简短，叙事轻快，文笔干净利落。他以为堂吉诃德虽然逗笑，仍然有他的哲学。作者一方面取笑无意的偏见，对有益的道德却非常尊重。堂吉诃德的言论只要不牵涉到骑士道，都从理性出发，叫人爱好道德。堂吉诃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而带上偏执。他说读者对这点向来没有充分理解，他翻译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这一个想。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以上两种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本早已被人遗忘，可是经译者改装的堂吉诃德在欧洲当时很受欢迎。1682年的德文译本就是从圣马丁的法文译本转。诗人蒲伯也注意到堂吉诃德有理性、讲道德的方面。他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并且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科尔列支说，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辨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征没有理性、没有想象的常识。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他又说，堂吉诃德的感觉并没有错乱，不过他的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感觉所证明的结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觉撇开不顾。科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他的理性和想象力。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他是严肃的道德家，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第61集，堂吉诃德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堂吉诃德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这类的见解各国都有例子。英国19世纪批评家海兹利特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
又叫人下泪。按照兰姆的意见，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不是笑。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他在堂皇里论到堂吉诃德，大致意思说，他也愿意去除除强暴，或者阻止罪恶。可是塞万提斯这部真实的故事叫人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堂吉诃德一心追求正义，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疯子，落得狼狈不堪。这个故事之可笑，正显示了事实之可悲可叹。所以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要去深雪冤屈救助苦难的人，独立反抗强权的阵营，要从外国统治下解放诬告的人民。唉，这些崇高的志愿不过是可笑的梦想。夏都布里昂说，他只能用伤感的情绪去解释塞万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种残忍的笑。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一心追求恋爱的美梦，他和堂吉诃德一样，要叫书本里的理想成为现实。有些评论家就把他称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德国批评家弗利德里许·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所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好汉骑士想叫早年沉寂的过去死里逃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以致脊背都擦伤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儿，那便是要叫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实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种堂吉诃德主义，像见了那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只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日。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绝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落泪，对他震惊倾倒。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需一片至诚的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辞艰苦，不惜牺牲性命。在他，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无非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除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只为他坚信一个主义，一片热情的愿意为这个主义尽忠。人家就把他当作疯子，觉得他可笑。19世纪读者心目中那个可笑可悲的堂吉诃德，是他的又一种只是从手边很有限的材料里略举17、18、19世纪以来对于堂吉诃德的一些代表性的见解。究竟哪一种面貌，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还是堂吉诃德一生间有各种面貌，每种面貌不过表现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呢？我们且撇开成见，直接从堂吉诃德里来认认堂吉诃德是个没落的小贵族或绅士地主，因看骑士小说入迷，自命为游侠骑士，要遍游世界去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和公道，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他单枪匹马带了侍从桑丘出门冒险，但受尽挫折，一事无成，回乡郁郁而死。据作者一再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其实作者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谈。而且小说作者的声明像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未可全信。但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开始
却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作者却是用夸张滑稽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他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对比取笑。骑士小说里的英雄武力超人，战无不胜，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儿，每战必败，除非对手措手不及。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堂吉诃德暗方炮制了神油，喝下却呕吐的馊肠倒胃。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俊的坐骑，坚固的盔甲，堂吉诃德的奴星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而他那套霉烂的盔甲还是拼凑充数的。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亚是一位像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堂吉诃德却又说她尊贵无比，娇美无双。那位姑娘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堂吉诃德却模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夜叹气。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干了丑事儿气得发疯，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硬要模仿着发疯。他尽管苦恼地作诗为杜尔西内亚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诗都只成了笑柄。但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塞万提斯当初只打算写一个短短的讽刺故事，他延长了故事，加添了一个侍从桑丘，人物的性格愈写愈充实，愈生动。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并不像宙斯孕育智慧女神那样，智慧的女神出世就是个完全长成的女神，她浑身披挂，从宙斯裂开的脑袋里一跃而出。堂吉诃德出世时虽然也浑身披挂，他却像我国旧小说里九死还魂的人，沾得活人生气，骨骼上渐渐生出肉来，虚影渐渐成为实体。塞万提斯的故事是随写随编的，人物也随笔点染。譬如桑丘这个侍从是临时想出来的，而桑丘适合形象，作者当初还未有确切的观念。又如故事里有许多疏漏脱节的地方，最显著的是灰驴被窃一事。我大胆猜测，这是作者写到堂吉诃德在黑山苦修临时想到的，借此可以解决奴星难得没人照料的问题。所以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上，故事从这里起才一次次点出灰驴已丢失。这类疏失不足减损一部杰作的伟大，因为都是作者所谓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只求讲来不失故事的真实就行。我们从这类脱节处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预定精密的计划，都是一面写一面创造，情节随时发生，人物逐渐成。第62集，堂吉诃德与堂吉提斯不是把堂吉诃德写成了福尔斯塔夫式的懦夫，来和他主观上的英雄骑士相对比，却是把他写成夸张式的模范骑士。凡是堂吉诃德认为骑士应有的学识、修养以及大大小小的美德，他自己身上都有，不但有的充分，而且还过度一点儿。他学识非常广博，常使桑丘精佩倾倒。他不但是武士，还是诗人，不但有诗才，还有口才，能辩论，能说教，议论滔滔不断，振振有词。他的忠贞、纯洁、慷慨、斯文、勇敢、坚毅，都超过常人，并且坚持真理，性命都不顾惜。堂吉诃德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小丑可以装出严肃的面貌来博笑，
所谓冷面滑稽，因为本人不知自己可笑，就越发可笑。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他要做游侠骑士，不是做着玩，却是死心塌地拼舍性命的做。他表面的夸张滑稽，直贯彻他的思想感情。他哭丧着脸，披一身杂凑破旧的盔甲，待人接物总按照古礼，说话常学着骑士小说里的腔吻。这是他外表的滑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外表很一致。他认为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类只像森林里的素食动物，饿了吃橡果，渴了饮溪水，冷了还不如动物身上有毛羽，现成可以御寒。他所要保卫的童女，作者常说是像他生身妈妈那样童真。他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堂吉诃德的严肃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时也带他赢得了更深的同情和尊敬。也许塞万提斯在赋予堂吉诃德血肉生命的时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给他。这并不是说塞万提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堂吉诃德，他在创造这个人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从自己身上取材，还是只顺手把自己现有的给了创造的人物，我们也无从断言。我们只能说，堂吉诃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塞万提斯曾在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雷邦多战役里充当一名小兵。当时他已经病了好多天，但是他奋勇当先，第一个跳上敌舰，受了3处伤，残废了一只左手。堂吉诃德里写堂吉诃德看见30-40架风车，以为是巨人，独自一人冲杀上去拼命。尽管场合不同，两人却是同样的奋不顾身。又譬如塞万提斯被土耳其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5年奴隶，他的主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常把奴隶割鼻子、割耳朵或活活的剥皮。塞万提斯曾4次带着俘虏一起逃亡，每次失败，他总把全部罪责独自承担，拼着抽筋剥皮，不肯供出同谋。他的主人慑于他的气魄，竟没有凌辱他。塞万提斯的胆量和堂吉诃德向狮子挑战的胆量正也相似。可以说，没有作者这种英雄胸怀，写不出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气概。塞万提斯在这部小说里时时称颂兵士的美德，如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等等，这也都是骑士的美德，都是他所熟悉的道德和修养，也是他和堂吉诃德共有的品质。塞万提斯有时把自己的实践分给了堂吉诃德。小说里再三说到，堂吉诃德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的头脑很清楚，实践很高明。塞万提斯偶尔喜欢在小说里发发议论，常借小说里的人物做自己的传声筒。例如神父对骑士小说的裁判，教长对骑士小说的批评，以及史诗可用散文写的这点见解，教长对于戏剧的一套理论，分明都是作者本人的意见。但神父和教长都不是小说里主要的角色，不常出场。堂吉诃德只要不议论骑士道，不模仿骑士小说，他就不是疯人，借他的嘴来发议论就更为方便。例如堂吉诃德论教育子女，以及论诗和诗人，论翻译，论武职的可贵，当兵的艰苦，以及随口的谈论，如说打仗受伤只是体面并不丢脸，比夫不止地位卑微的人，王公贵人而没有知识都是凡夫俗子等等，都像塞万提斯本人的话。堂吉诃德食了他的唾鱼，就表现为很有实践的人。
也许塞万提斯把自己的情感也分了一些给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一生困顿，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以后，他还只是个又老又穷的军士和小乡绅。塞万提斯曾假借堂吉诃德的话说，这个世界专压抑才子和杰作。他在巴拿索神山瞻礼记里写诗神阿波罗为每个诗人备有座位，单单塞万提斯没有，只好站着。诗神叫他把大衣叠起，坐在上面。塞万提斯回答说，您大概没注意，我没有大衣。他不但没有座位，连大衣都没有一件。这正是海涅说的，诗人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塞万提斯或许觉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来只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他满腔热忱，原来只是堂吉诃德一般的疯狂。堂吉诃德从不丧气，可是到头来只得自认失败。他那时的失望和伤感，恐怕只有像堂吉诃德一般受尽挫折的塞万提斯才能为他描摹。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也是逐渐充实的。我们最初只看到他傻，渐渐看出他痴中有侠。可是他受到主人的恩惠，感激不忘，明知跟着个疯子不免吃亏倒霉，还是一片忠心，不肯背离主人。我们通常把桑丘说成堂吉诃德的陪衬，其实桑丘不仅陪，不仅衬，他是堂吉诃德的对照，好比两镜相对，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堂吉诃德抱着伟大的理想，一心想救世济人，一眼只望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竟看不见现实世界，也忘掉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桑丘念念只在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压根儿不懂什么理想。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只为贪图做官发财，会给眼望云天的幻想者所煽动，跟出去一同冒险。他们尽管日常相处而互相影响，性格还是迥不相同。堂吉诃德从理想方面，桑丘从现实方面，两两相照，他们的言行都增添了意义，平凡的事物就此变得新颖有趣。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固然滑稽，却不如他和桑丘主仆俩的对话奇妙逗趣而耐人寻味。诃德里历次的冒险，无非叫我们在意想不到的境地看到堂吉诃德一些新的品质，从他的行为举动，尤其和桑丘的谈论里，表现出他的奇情异想，由此显出他性格上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们对堂吉诃德已经认识渐深，他的勇敢、坚韧等等美德使人敬重，他的学识使人钦佩，他受到挫折也博得同情。作者在故事的第一部里，有时把堂吉诃德作弄得很粗暴，但他的嘲笑随着故事的进展愈变愈温和。堂吉诃德究竟是可笑的疯子，还是可悲的英雄呢？从他主观出发，可说他是个悲剧的主角，但主观上的悲剧主角，客观上仍然可以是滑稽的闹剧角色。塞万提斯能设身处地写出他的可悲，同时又客观地批判他，写出他的可笑。堂吉诃德能逗人放怀大笑，但我们笑后回味，会尝到眼泪的酸辛。作者嘲笑堂吉诃德，也仿佛在嘲笑已把堂吉诃德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堂吉诃德却是个古怪的疯子，可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疯，或自己觉得和他有相像之处。正如桑丘是个少见的傻子，而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傻，或自己承认和他有相像之处。堂吉诃德不是怪物，却是典型人物，他的古怪只增进了他性格的鲜明生动。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活人，
不易看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对堂吉诃德正也如此。这也许说明为什么堂吉诃德出版近400年了，还不断的有人在琢磨这部小说里人物的1985年是